穿越大明3年贪了80亿，朱元璋看着1年2000万的税收陷入了沉思。别人写奏折都是夸奖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你不仅举报自己贪污，还请求朱元璋将你赐死，只因为你经历10次名垂青史的死法，就可以回到现代获得永生。这最后一世，你穿越到了朱元璋立国的当天，可这一世你只是普通农户之子，却要你被朱元璋点名诛杀，而且还不能祸国殃民。你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当一个大贪官。稍微有点历史功底的人就知道，朱元璋杀贪官那绝对是一批一批的。于是你拼命苦学，备考大明第1届科考，好在你天赋不错，考上了举人。不过举人没有入朝为官的资格，只能去偏远的地方。于是你被派到了边陲的雁门县当知县。3年时间，你是想尽办法的各种贪，绞尽脑汁的各种发财。最终你在任期考核满时上奏朱元璋，启奏陛下，臣为官3年，贪墨赃银100万，私造超规格豪宅，以官身从商，臣自觉罪孽深重，上书自首，只求陛下降旨斩首。应天府皇宫御书房内，暴怒的朱元璋将一份奏折扔出了御书房。咱活了这么大半辈子，见过找死的，没见过直接把脑袋伸到咱刀下面的，这是嫌咱的刀不够快啊！来人，宣清军都尉府都指挥使毛香。听着这隔着一面墙都让人耳膜打鼓的龙吼，常侍太监都不敢进去领旨，只敢在门口应了一声。很快，一位身披清军金甲、目光犀利如剑的将军走进了御书房。你亲自去一趟雁门县，赐死雁门知县叶青，凌迟处死，给咱刮碎了。臣领旨。毛香行礼一拜之后，赶紧跑出了门。可朱元璋的火气却是迟迟未消，眼里的杀气都锋利如刀。自洪武3年开科取士以来，这是朱元璋的第1次考满。他亲自查阅官员的每道奏折，却没想到有人上赶着求死，竟然敢把自评写成自我举报信，这是在挑衅，纯粹的不给他面子，还不把这脏眼睛的东西拿出去给咱烧了。常侍太监话都不敢搭一句，捡起来就往外面跑。可刚跑出门，就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迎面而来。马皇后见她家重八的身边人如此着急忙慌，还额头直冒冷汗，也是停下来问道：陛下又生气了？回禀皇后娘娘，陛下正发着大火呢。一通解释之后，马皇后也好奇地看着太监手里的奏折，她也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官员竟有如此惊天文采，写个自评还能把他家重八写出个雷霆之怒。不仅如此，还把自己写成了千刀万剐的结局，别人不敢看，他马秀英可是一个大写的敢。快速浏览之后，他也是震惊无比，但他却没有像朱元璋一样直接就怒气上头，他在思考这位边关7品县官为什么会借着考满之机如此找死，贪墨赃银100万，还真是敢写啊！别人是使劲夸自己的政绩，他是吹自己贪赃数额不达草稿，朝廷1年的税收也才几百万两，他一个边关小县就能3年贪100万，不对，这奏折有问题。想到这里，马皇后就拿着奏折3步并作2步，快速向御书房而去。重八，你没看出来这奏折有问题吗？朱元璋看到马皇后又把这份气死人的奏折拿到了他面前，他好不容易降下来的火气一下子就又上头，他大声道：你这婆娘怎么回事？不在你坤宁宫待着，你跑御书房来干嘛？还有这玩意儿你怎么又给咱拿回来了？拿去你小厨房给咱烧了，别拿这里来脏咱的眼睛。朱元璋昂首挺胸，真就是一副严福训娇妻的样子，看得在边上的太监是一愣一愣的，不得了不得了，他家皇帝老子居然支棱起来。也就在太监暗自惊讶之时，便迎来了马皇后一个暗示的眼神。常侍太监立马平退了在御书房外当值的所有人。也就在常侍太监刚刚转角之时，立马就听到了朱元璋的哀嚎：哎呦哇，你这婆娘，老子的耳朵！御书房内，朱元璋坐在龙椅上，瞪着这气死人的自评奏折，是怎么也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他只知道，因为这份奏折，他又被马秀英这婆娘给揍了。马皇后指着奏折中贪墨赃银100万6个字道：雁门县是个什么地方？是雁门关的所在，是兵家重镇，哪里比得上富庶江南？再说了，现在的江南之地也没多富庶，还处于致力于恢复民生的阶段，就那地方当3年知县，就能贪墨赃银100万，他就是把城里的男女老少全拉去上秤，按熊掌的价格卖了也卖不了这么些钱啊！朱元璋一听，立马就发现了不对，满眼震惊道：是啊，他得多大的本事才能在那种地方贪墨100万赃银？你的意思是，这个雁门知县叶青在自己的考核自评上写这么些糟心事，并不是真的自首求死，他是别有用心。马皇后只是欣慰一笑道：事关朝政，臣妾不便多言。他虽然不干预政事，但他却要督促他家重八不得犯错。朱元璋何许人也？他就是一个冲动就无脑，可一旦冷静下来，就聪明的让人害怕的主。再加上一个细心的马皇后在旁边提点，他还不一点就通。咱明白了，他是想用这个方法引起咱的注意。他一个边关7品县官，无法直达天听，只有用这种办法引起咱的注意。这些奏折最先去的可不是咱的御书房，咱也不是第一个看的人，最先去的地方是中书省，第一个看的人是胡惟庸。马皇后听到朱元璋的分析之后，也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当前朝局可以说是暗流汹涌，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而且淮西集团的优势还越来越明显，几乎是压倒性的优势。但淮西勋贵们却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可以说是到处抢地盘，巴不得所有大明地方官都是他们的人。原因无他，被他们笼络的大明地方官越多，相权在皇权面前就更说得上话。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地方官都已经明里暗里的加入了淮西阵营，不论是本身就有贪腐之心，还是惧怕权贵，他们都只有加入。在这种情况下还敢拒绝淮西橄榄枝的人，必定就是一片担心朝日月的人。与此同时，也是他朱元璋真正该拉拢重用的人。而这位远在边关的7品县官，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不趋炎附势的地方官。想到这里，朱元璋立马就抓住了马皇后的手。这一刻的朱元璋只
只觉得这只41岁的手就是天下最嫩的手，宝贝的不得了。朱元璋紧握马皇后的手，笑着说道：“还是咱家妹子细心，咱差点就铸成大错，错杀良臣了。不管是不是忠臣贤良，先去调查一番再做决定总是好的。”说着，马皇后又看着朱元璋，语重心长道：“重八，你要记住了，大明立国也不过6年，你的皇位还没有完全稳当。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你掌握着世人的生杀大权，但也千万不能滥用，一定要慎之又慎。趋炎附势的小人很多，但忠臣贤能也不少。小人要用，但忠臣才是你要拉拢的对象。”对于马皇后的敦敦教诲，朱元璋还是很受用的。他点了点头：“咱听妹子的，咱这就派人去暗查。”宣清军都尉府都指挥使毛正在下令的朱元璋，直接把自己吓得呆在了那里。重八，你怎么了？别不是已经派毛香去杀人了吧？朱元璋只是缓缓转头看着马皇后，有些心虚的点了点头。他的妹子就是懂他呀。下一瞬，一个鸡毛掸子就出现在了马皇后的手里。哎呦啊，你这婆娘怎么跟个母夜叉似的？他还没走远，来得及，来得及啊！下午，应天城金川门外官道上，富商夫妇打扮的朱元璋和马皇后，在一众镖师打扮的护卫陪同下，追上了毛香等人。就这样，他们拉着好几大车货，踏上了去雁门县的官道。大明开国6年，他们两口子就分工苦干了6年，愣是没有放过一天假。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看一看北方百姓的疾苦，既亲身考察了北地民生，又调查了叶青上书求死的真相，还顺便出来散了心。至于朝中事务，直接交给实际上的大明副皇帝朱标就成。近1个月后，雁门县界碑前头前开道的毛香，突然就一下子勒停了胯下黑马，而他的身后，无论是拉着贵重货物的马车，还是载着朱元璋和马皇后的豪华马车，也都先后跟着来了个急刹车，更是让马皇后直接就撞到了朱元璋的怀里。妹子，你没事吧？关心完马皇后之后，朱元璋转过头去就瞬间变了脸。可就在他准备破口责骂之时，却被马皇后一个眼神阻止了。他相信训练有素的护卫清军突然停车，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二人下车查看情况，可刚一下车就直接呆在了那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们的眼里是一条宽阔又平坦的黑色康庄大道，大道的两边是2条用于排水的沟渠，而沟渠的两边则是一望无际的金黄。阳春4月，正是油菜花绽放的季节，许许多多的年轻男女嬉笑在田间地头，看着眼前的一幕，朱元璋发自内心的笑了。万万没想到，这大明境内还有这样的乐土，居然还是本该时刻处于战争阴影下的北境边城雁门县，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要知道，就算是原本富庶的江南，现在也还在努力恢复民生，而马皇后早就冲到油菜花田，与春游的姑娘打成了一片。片刻之后，马皇后活蹦乱跳的跑了回来。重八，我问清楚了，这条路叫做马路，是他们的知县大人叶青主持修建的。马皇后看向道路的尽头，眼里尽是期待之色。重八，你差点就错杀了一个100年不遇的志士奇才啊！此时朱元璋看着面前的黑色康庄大道，再看了看两边的油菜花田，越看越吃惊。他们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越往北走就越穷，而这车水马龙的马路之上，却没有一个穿补丁衣服的，也没有一个面黄肌瘦的。不说全都大富大贵，但最起码都能吃穿不愁啊！想到这里，朱元璋就越来越肯定，你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志士奇才。而更让他震惊的是，前方那比应天府还要巍峨大气的城墙，希望城里也能给咱惊喜，不是外边光鲜的表面功夫吧？走，咱们进城。而他们却不知，他们早就被县衙里的锦衣卫给盯上了。城门楼上，一名守军拿着单筒望远镜正注视着他们。这个商队有问题。这些护卫家丁目光尖锐，到处打量，所骑马匹身材与高矮都一致，且都是2种战马。派人告知叶大人，疑似北原探子假扮商队，刺探我雁门军情。旋即，一名穿着寻常布衣的年轻男子骑着马就径直向雁门县县衙而去。县衙门吏看到来人后，立马放行。年轻男子进门后便一路奔跑起来。他们的县衙实在是太大了，其规模大小绝对不输王府规格。他一路跑过了假山花园、亭台水榭、行政大厅，最后穿过县衙公堂，才终于到达后衙。大人，我们特工大队来报，发现一个商队疑似北原探马。你依旧闭目养神，只是无比随意的说道：“张王等待，一切按例行事。”旋即你翻个身继续躺平，只要朱元璋的赐死圣旨一到，你就功德圆满了。半个时辰之后，那名年轻特工回到了对朱元璋的监视岗位。大人有令，一切按例行事。在接到命令之后，他们看朱元璋一行人的目光便充满了寒芒。刚进城的朱元璋看着手里的收费单据，眼神带有一丝明显的杀气。咱算是看走眼了，还说他是好官。原来这条路是为了公开拦路打劫而修的，还让女人出来抛头露面，这笔账咱算是记下了。而一旁的马皇后却是心平气和地研究手里的雁门县商旅指引。在他看来，这个收费制度没什么不好。收费窗口里的女收费员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不给过路费，这么好的道路谁来修？马路上的牛粪马粪谁来扫？同时还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马皇后白了朱元璋一眼，女人怎么了？女人可以靠这个养活自己，总比去妓院好啊！我就很赞同那收费姑娘说的话，要致富先修路。再说了，普通百姓也不收费，只是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收费而已。商人也不差这点钱，那么多人排队交费，就数你这个坐豪华马车的大老爷意见最大。朱元璋被马皇后一通教育之后，也是瞬间没了脾气。其实他道理也想得通，只是这收费确实有点贵，单是骑马的就要2两银子，坐马车的还得按马车的豪华程度计，咱这一辆马车就挨了50两银子。货车的计费标准更离谱，还要根据货物类别与价值估算收费，咱这几车上好的蜀锦加起来挨了500两银子，这简直就是借着收费修路的由头明抢啊！咱绝对不信他把收的钱全花在了修路和道路开支上，绝对大部分进了自己的腰包。马皇后看着这一幕也是担忧了起来，他家仲巴说的也有些道理，他可不希望你是贪官，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你的知识才华。可也就在此刻，朱元璋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收费这么贵，那些外地商旅怎么就上赶着交钱呢？马皇后一听，
立马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说明他们来雁门县做生意赚到的钱，绝对可以让他们不在乎这高昂的过路费。与此同时，一直跟踪监视他们的特工们更加怀疑他们就是北原探子，原因无他，就属他们交过路费最墨迹。千百年来，北蛮都是巴不得把别人掠夺干净，哪有给别人交过路费的道理？第一次来雁门县的北原探子都是这样无理取闹。对于这一点，特工大队的人非常有自信，并开始了对他们的全方位包围。只要确定他们是北原探子，立即就可以全部拿下。此时，朱元璋的马车外传来了毛香震惊无比的声音：“老爷，夫人，这城里修的比盛世大唐长安城还好啊！”朱元璋和马皇后下车后也是惊呆了，映入眼帘的是写着“雁门欢迎您”5个大字的牌楼，牌楼下方被2根立柱分为了3段，中间一段是车流不断的黑色大道，另外2段是人来人往的石板路，正是现代化的人车分离。相比于应天府每年都有50人死于马车撞伤，这样的设计简直是巧夺天工，连一向嘴硬的朱元璋也是忍不住夸道：“这叶青确实是一个颇有想法的人。”朱元璋一路走走看看，人行道边的房子全都高达6层，上5层是住宅，下1层是门店，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望楼，每个望楼上有4个装备弩箭火铳的军卒值守，随时看着街道上的一切动静。而这些望楼连成一气，即可掌握全城所有大街小巷的治安。也就在朱元璋满意点头之时，毛香却是立马笑着说道：“看来这位知县大人收这么多的过路费，并没有放进私人腰包。”听着毛香的话，感觉被打脸的朱元璋拉着一张驴脸。其实朱元璋没有真的生气，反而还有些高兴。如今大明百废待兴，需要这种脑子里有货的实干型人才。他朱元璋也需要一个可以在朝堂上跟他一起钳制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的人才。叶青能不能成为他需要的那个人，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实干型的人才还不够，还得看他是否真的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突然，朱元璋停下了脚步，充满血丝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一个地方，就连一向慈眉善目的马皇后也是有些怒。而随行护卫他们俩的人却是直接就惊呆了。他们一行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金碧辉煌的门匾——雁门牛肉大饭店。进出店门的客人之多，不说踏破了门槛，也用鞋底把门槛蹭得发亮。门口还立有一面宣传字画，字画之中画着一个可爱的牛犊子，上面还写着饭店的主营。可以说这是一家以牛肉为主的饭店，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牛肉的吃法。也就在朱元璋看着这面宣传字画，气得嘴角发颤之时，5个才从里面消费完的商旅有说有笑的就迎面而来了。这一家的扒牛肉是真的不错啊，还有那什么番茄牛尾汤锅，也是吃了就不想走。夏天来的话，还有免费的冰镇饮品喝，不愧是叶大人入股的大饭店。你小子头回跟哥来做生意的时候，还说牛是重要劳动力，吃了犯法，拉你进去还像要你命一样。嘿嘿，我小子现在是巴不得定居在这里，简直是太舒服了。对了，三哥，待会儿进完货之后，咱们再去赛贵妃会所耍上一耍。对，必须要去传说中的赛贵妃会所耍耍。上次来荷包不鼓，现在荷包鼓了不怕。听说还有金发碧眼白皮大洋马，是不是真的？去了不就知道了。终于，朱元璋听不到那5个擦肩而过的商旅那激动澎湃的嗓音了。可也就在此刻，他们又听到了来自马路上的呵斥之声。你们怎么停着不走了？后面堵车了，快点走啊！家丁打扮，负责驾驭朱元璋豪华马车的清军，还有身后押运好几车蜀锦的清军，也是咬着牙忍受着。他们何曾被最卑贱的商旅如此呵斥过？但在这里，他们却是不得咬牙忍受，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站在旁边人行道上停着不走的朱元璋。也就是这从马路上传来的极其不客气的声音，让朱元璋直接就气炸了。但他还是没有骂商旅，可以说是没必要，也可以说是在他朱元璋的眼里，这些最卑贱的商旅不配他骂。走，咱们也进去光顾一下这和叶大人有关的牛肉大饭店。话音一落，朱元璋就昂首跨过了那被食客的鞋底裙角蹭得发亮的门键。朱元璋不知道入股2字是个什么意思，但却知道一定和叶青有关。马皇后看着他家重八面无表情的样子，直接就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眼前之人已经不是朱重八了，他是杀伐果断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马皇后看来，他家重八暴怒的时候真的不可怕，只要儿子叫一声爹，那些老兄弟叫一声老哥哥，他做事多少都会留一些余地。可他一旦面无表情，再加语气冰冷，那就是真的动了杀心。如果他面带微笑，还用朝堂上礼贤下士的那一套，那就离死不远了。很明显，现在的朱元璋已经对叶青动了杀心，主要是现在的所见所闻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也全都踩了他朱元璋的底线。连牛都敢吃，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吃。如果是农家的牛，自然病死或者老死，在报备官府以后是可以吃的，但绝对不能买卖。哪怕是做成腊肉或者牛肉干都不能买卖，顶多就是免费分给亲戚或者左邻右舍什么的。从律法上杜绝牛肉的买卖，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大明的农耕生产力。可这叶青倒好，居然允许辖区内的商家开以牛肉为特色食品的大饭店。尤其是那句不愧是叶大人入股的大饭店，更是让人往那方面去琢磨。只希望这入股2字不要是他们猜测的意思吧。一旦真是他们猜测的那个意思，那他叶青就真的只有去死了。可就算不是他们猜测的意思，如果不能把这家牛肉大饭店合情合理合法化，他叶青也只有死路一条。马皇后一想到这里，就又失望地摇了摇头。大张旗鼓的堂食牛肉又怎么可能合情合理合法化呢？
几位客官，快里面请。几位是第一次来？也就在此刻，一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直接就迎了上来。作为资深店小二，客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不是第一次来，又到底有没有钱，一眼就看出来了。眼前中年夫妇穿着富贵，且自有一股贵人气质，一看就是有钱有身份的主。就算不是当官的，也是背后有大靠山的富商。虽然都说商人是最低贱的存在，可天下贪官却与这些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对于这样的人，他也是见怪不怪了。朱元璋和马皇后以及毛香等人并没有马上理会店小二，只是自顾自地打量着店里的一切。虽然和应天府的大饭店差不多，但却看得出来饭店管理者的水平比应天府的店家更高，在最显眼的地方都有着相应的指引标牌。小二好眼力，确实是第一次来。朱元璋看着小二道。其实不只是店小二在打量朱元璋一行人，朱元璋也在打量店小二。他发现这人不像其他地方店小二般木讷，是一个眼睛很来事很机灵的小伙子。直觉告诉他，这个店小二就是一个雁门白小生。想到这里，朱元璋直接要求道，这大厅人多，咱吃不清静，有没有安静的包厢啊？当然有了，客官楼上请。小二热情指引道。他最喜欢这种财大气粗的主了，虽然明码标价，但也或许能赚些小费。尽管雁门县的店小二收入已经很高，但谁又会嫌钱多呢？也就在朱元璋跟着小二抬脚上楼梯之时，负责看守车队的护卫跑了进来道，老爷，我们不能在外面停久了，要是站到停得太久，巡街衙役会来罚款。本地老乡提醒我们，最好先去找一个酒店，把车马弄到停车库里面去。其实我也没弄明白停车库是个什么东西。听到这里，朱元璋再次露出了诧异的目光。小二见这位老爷要发飙，立马就解释了起来。为第一次来的客人科普的话术，他可是早就炉火纯青了，绝对简洁明了，还让人一听就懂。在小二的解释之下，朱元璋一行人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对于占道乱停就罚款这件事，他也表示理解。很快，另一名店小二就热心地带领朱元璋的车队找酒店去了。当然，该给的跑腿费还是要给的。2楼包厢里，朱元璋和马皇后坐着，店小二拿出菜谱就开始介绍了起来。与此同时，毛香在门外看了半天，确认没有安全问题之后，这才进了包厢。可也就在毛香前脚刚进门之时，过道转角处就冒了头。2名特工只是嘴角淡淡一笑，就下楼等消息去。只要店小二告诉他们，这对富商夫妇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那就可以逮捕之后再说了。包厢内灯笼下，朱元璋听着这些和牛有关的菜色，是越听越生气。朱元璋直接打断道，你们这些牛都是去乡下收上来的病死和老死牛吧？马皇后听到这么一个问题，也就稍微的放心了些。她知道这是他家种巴西菜了，也就是那叶青把县城建设的太好，造福了一方百姓，他家种巴才给这么一个机会。只要这个店卖的是病死和老死牛，不伤及农耕劳动力，那就可以网开一面。这家店的老板能活，批准这家店营业的雁门知县叶青也能活。想到这里，马皇后立马就看向了店小二，期待他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可他万万没想到，店小二却是直接就不客气了起来。小二的脸色瞬间由喜转怒，客官，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啊！我们饭店卖的牛肉全都是现宰的健康好牛，绝对肉质新鲜，绝对对得起你们花的银子。小二的嘴就像连珠炮似的说着，而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朱元璋的脸色是有多么的阴沉。可以说，小二解释的越多越详细，朱元璋眼里的杀气就越足。可也就在此刻，小二却是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他跟第一次来的外乡人较个什么劲？第一次来的外乡人问这么个问题，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认知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意识到这么个问题之后，小二又立马笑道，你们放心的吃，保证比你们吃的那些病死老死牛好吃，也保证没人来抓你们。因为我们店的真正大老板就是我们的县老爷叶青叶大人。店小二在说出他们真正大老板身份之时，还有那么点炫耀的意思，而他却不知他给他们大人惹大麻烦了。一旁的马皇后和毛香在看到朱元璋此刻的脸色之后，脑子里都只有同样的一句话，雁门县知县叶青死定了。朱元璋终究是再也忍不住了。马皇后和毛香的眼里，朱元璋直接拍案而起，看着店小二的眼神也可以说是锋利如刀，说是拍案而起都不准确，完全就是发泄式的一掌打在了面前的实木桌面上。也就是这一掌下去，桌上的3副碗筷都同时跳了起来不说，好几公分厚的桌面还起了一丝裂纹。但凡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朱元璋是用了真功夫的。如果这一掌拍的不是桌面，而是这家店真正的大老板雁门知县叶青叶大人的脑袋，绝对直接就没了。相比于大发雷霆的朱元璋，马皇后却是更关注朱元璋面前的店小二。饶是见过大世面的常氏大太监，在面对发火的朱元璋之时，都得腿软又发抖，可面前的店小二却是一脸淡然，不仅不怕朱元璋，他的眼里还有点玩味之色，就像是在看大戏一样。毛香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是对这店小二有那么点刮目相看的意思。如果朱元璋这么对他发火，他这个毛将军都得跪下去，更何况是一个店小二。难道就因为朱元璋没穿龙袍？
没穿龙袍也是真龙天子啊！帝王龙威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气质，和穿不穿龙袍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顶多就是不知道他是皇帝，不会下跪罢了。但最起码也该下得下意识的往后耸才对。可眼前的店小二却完全没有耸的意思。很显然，这店小二此刻的心态有点像那个不太雅的词“狗仗人势”。至于是仗了谁的势，那就根本不用过脑子就可以想出来了。叶青、马皇后和毛香看着眼前丝毫不惧朱元璋的店小二，直接就想到了他们的真正大老板雁门县知县叶青的名字。尤其是马皇后在想到这个名字之时，直接就皱起了一双慈眉。马皇后的内心很矛盾，对于叶青以官身从商还贩卖牛肉的行为，她也是愤恨无比。真的以官身从商也就罢了，还贩卖的是明令禁止的牛肉，简直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可他叶青也确实把县城建设得很好，真的让辖区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呀。可以说，自雁门县界碑开始，所见所闻皆为他叶青的政绩。这么一个大好的人才，怎么就犯在了贪字上呢？可惜，实在是可惜了呀！也就在此刻，拍案而起的朱元璋大声斥责道：“好一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好官啊！你们是不知道健壮牛是重要劳动力，别说公开买卖，就是偷偷杀了吃肉也是犯法的吗？皇帝陛下三令五申不许干的事情，你们也敢干，简直是目无王法！”骂到这里，他还似有抱怨的看了一眼马皇后，就是马皇后说叶青写这么一封自我举报信，可能是别有深意的。可万万没想到，根本就没有什么深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他居然真的以官身从商。马皇后看着他家众八这眼神，也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一时之间还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可也就在此刻，小二却是笑着开口道：“客官，您骂完了？如果没骂完的话，我可以等您骂够了再解释。”店小二的态度着实是让三人意想不到，是该说他态度好，还是说他不要脸好呢？小二见面前大老爷已经说不出话来，这才一脸稀松平常道：“听口音是南方来的吧？不说是京城来的，也该是那一片来的了。按照我们家大人的话来说，大老爷您这种人就是当朝皇帝的脑残粉。”听着这么一个新鲜词汇，朱元璋也不是说立马就不生气，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脑残粉三个字上。脑残粉是什么意思？在听到小二的解释之中，马皇后和毛香的脑子里再次出现了同一句话：就凭脑残粉这三个字，叶青必死无疑了。毛香倒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种大逆不道之人本就该死。可在马皇后看来就可惜了呀。他叶青的才华是不可否认的，可他的知法犯法与罪犯欺君也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实。别说是杀伐果断的朱元璋了，就是宋仁宗也得痛下杀手。果然，朱元璋已经不再怒火冲天，又再次变得面无表情了起来。马皇后和毛香知道，这就是朱元璋对叶青动杀心了。朱元璋只是看着店小二严肃道：“当陛下的脑残粉不好吗？”说着，朱元璋还向南拱手道：“当今陛下一生都致力于驱逐胡虏，恢复华夏，立纲陈纪，救济思民16个字。他可以说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不说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但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纵论古今，有这么勤劳的皇帝吗？还脑残粉？咱以当他的脑残粉为荣。”看着激动无比的朱元璋，马皇后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找面子，只要面子找够，下一步就该是直冲县衙抓人了。想到这里，马皇后也是在叹了口气之后就闭上了眼睛。她是真的想保住叶青，她知道人才或多或少都有些个性脾气，人无完人的道理她是懂的，可这也太过分了，过分到她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保叶青，也可以说是于情于理她都不能开口保叶青。就在马皇后快要放弃之时，小二却是继续笑道：“大老爷您说的对，陛下的好我们谁都不可以否认。叶大人也说过，陛下让中原百姓不再遭受欺凌之苦的功绩，当名垂青史。”说着，店小二也是看向应天府的方向，眼里尽是感激之色。可他这突然的态度大转弯，却是让朱元璋稍稍的愣了一下。与此同时，马皇后的眼睛里也再次有了一点希望之光。能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证明他叶青是个眼里有皇帝的好官啊。可怎么却又说得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呢？难不成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而朱元璋在听到这么一句话之后，也是脸色好了不少。朱元璋重新坐回椅子上，严肃问道：“难得你们叶大人还有这份心思，可既然如此，他又怎么能干出这么出格的事情，还说什么脑残粉？”小二见面前大老爷终于肯好好说话了，也就伸出了手。朱元璋不解道：“什么意思？给茶水钱啊？陪您聊这么久，解答这么多问题，耽误我做事赚钱，不得找不？”看着伸手要钱的店小二，毛香也是无奈的笑了笑。这叶大人治下的雁门县，就目前的见闻来看，给了他们不少惊喜，可却万万没想到，这叶大人店里的小二也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他还是头一回见到找皇帝老子要茶水费的店小二。他也陪着朱元璋去应天城里微服私访过，也没见得哪家店小二敢找朱元璋要茶水费的。尽管没穿龙袍，但从他骨子里渗透出来的龙威，却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不说那些店小二乖乖的有问必答，
但也不敢主动伸手要钱啊。朱元璋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就差把算你有种4个字说出口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就喜欢和敢对自己放肆的人打交道。尤其是朱元璋这个最是位高权重的人，身边人除了马皇后就没人敢放肆，也算是觉得新鲜吧。他不仅没有生气，还笑着掏出2两碎银子道：够你1个月赚的了，坐下来好好跟咱说，咱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否则咱……却在此时，小二只是看着这2两碎银子，摇了摇头道：大老爷，您出手稍微大方点，再说这些话吧。我这1个月光是在店里就能赚5两银子，再帮客商安排下酒店什么的，跑腿费算下来也有5、6两银子。您这2两银子只够问3个问题，多1个都不行，耽误久了我被罚钱的话不值当。店小二的话直接就让3人刮目相看了起来。要知道其他地方一个做生意的小贩1个月也就撑死了赚3两，这里一个小二满打满算就可以月入10两。朱元璋看了看自己大方掏出来的2两碎银子，只觉得多少有点脸疼。不等朱元璋反应过来，马皇后直接拿出了一张面额50两的宝钞，够你知无不言了吗？小二眼睛那么一眨，直接收起宝钞，脸上笑得都快把谄媚2字写上去了。小二放下东西，坐在他们面前就变成了心甘情愿受审的犯人。还是这位夫人上道，有关本县的一切想问什么都可以，不论是去游玩还是去进销货做生意，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一旁的朱元璋看着眼里尽是他家妹子的小二，突然就有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他只是挪了挪位置，坐在了毛箱的边上，有些失落的看着马皇后发挥。与此同时也小声吐槽道：这败家娘们儿在宫里节约都恨不得把一个钱掰成2半花，现在倒好，比谁都大方。毛香却只是笑了笑后附耳道：谁叫您身上就1点碎银子，宝钞全在娘娘身上呢？下一瞬朱元璋只是横眉冷眼的看着毛香，一句你在宫里这么挤兑，老子试试看，虽然没有从嘴里说出来，但却也差不多写在了眼睛上。嗨嗨，毛香只是嘿嘿一笑，轻咳一声后就挪到了边上去。朱元璋也暂时放过毛香，直接看向了面前的马皇后。虽然觉得他家妹子抢了他的风头，但他却相信他家妹子一定能问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朱元璋的眼里，马皇后只是嘴角轻轻一扬：小兄弟，怎么游玩，怎么找进销货渠道，就不需要问你了。进城之时发放的雁门县商旅指引，我已经全部背了下来。小二听着这话，看马皇后的眼神立马就变了，变得重视起来的同时，还有了那么3分敬意。之前他看马皇后的眼神和看朱元璋的眼神差不多，也就是看有钱的大户人家而已。而有钱的大户人家在他们这里可全都是待宰的大肥羊。可就现在来看，应该是突然有钱的暴发户娶了书香门第家的大小姐。小二也客气道：那夫人想问什么？马皇后点了点头道：我想知道你们叶大人为什么明知为官不得从商，却非要知法犯法。我还想知道你们这些健壮的牛都是哪里来的。就你们这食客量来看，一天最起码能卖1头牛，1个月30头牛可不是小数目。听到这里，朱元璋也是立马就瞪大了眼睛。是啊，这么多健康的牛，他是从哪里搞来的？从农户那里买来的？这肯定不现实，没有哪个农民愿意卖自家的健壮耕牛。难不成是从北元牧民那里买来的？可就现在大明和北元的局势来看，他们可不会轻易卖牛马给中原。也就在朱元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并暗自夸赞他家妹子细心之时，小二也是笑着点了点头道：对吗？还是这位夫人会聊天？被晾在一边的朱元璋看着小二这有钱便是娘的样子，就气得牙痒。但他也懒得和一个小二计较，专心听答案就好。小二继续解答道：不着急，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话说你们在城里也或多或少有些见闻，你们觉得我们这里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对于小二突然的提问，马皇后也是稍微的顿了顿。她快速把自雁门县界碑开始的见闻好好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真就是处处都不一样，处处都比其他地方好上太多。只是这么一琢磨，他就更加的爱惜叶青这个治世大才了。其实他之所以问这么2个问题，也只是希望小二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可以说是能有一个让他把叶青的罪责大事化小的理由。尽管他也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是啊，以官绅从商，公开售卖现宰健康牛肉，不论哪一项都是杀头重罪，想要把这2项大罪大事化小，真就是没什么可能。但马皇后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回答了小二的问题。她不仅条理清晰地说出了雁门县好的地方，还对叶青的治世水平进行了一番中肯的褒奖。也就在马皇后话音一落之后，朱元璋立马就看向了对面的小二，该他解答了。朱元璋的眼里，小二点了点头道：那就对了，我们这里之所以比别的地方好那么多，以及别的地方吃牛犯法，我们这里却牛肉自由，全赖于叶大人的为官之道。朱元璋和马皇后在听到这话之后，眼里同时有了明显的期待之色。叶大人的为官之道就是千里当官只为财。你说什么？他的为官之道竟然是千里当官只为财？不等朱元璋和马皇后做出反应，毛香直接就惊讶地笑了起来。对于毛香突然的剧烈反应，小二并没有太过在意，毕竟他看得出来，
这人不是管家，就是眼前大老爷和夫人的护卫，就不是说了就算数的人。而真正说话算话的人，则是眼前这位瞪大眼睛，还胸前起伏剧烈，明显生气无比的大老爷。当然，他身边的夫人也是说话能算数的人。出门在外的富商夫妇他见多了，但老爷兜里只有小钱，夫人怀里才有大钱的，还是头一回见着。小二的眼里，眼前大老爷在听到这么个为官之道后，气得那是眼睛都立马猩红了起来。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是朱元璋的脑残粉没跑了。而旁边的夫人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些生气，但还远不及他旁边那快要气炸的老爷。马皇后在感受到他家重八快要失控之后，立马就准备出言阻止。在他看来，对一个店小二发火，着实是没有必要，就算是有天大的火气，也得赶紧憋回去。等他们了解完一切，确认叶青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之后，再发火也不迟。好在朱元璋虽然冲动易怒，但也不是没脑子的人，不等马皇后开口，他就强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小二的眼里，朱元璋只是深吸一口气后，只是面色严肃道：“小兄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千里当官只为财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吗？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开始的就心怀不轨，就是打着发财的主意，这才发奋读书的。”话音一落，朱元璋就用尽是审视的目光看向面前的小二。他刚才之所以一下子就收了怒火，还是因为想到了出发之前马皇后对他说的话。哪怕是现在，他都希望叶青真如马皇后所说，是为了直达天听，建立与他朱元璋的直接沟通渠道，这才把自评写成了自我举报信。原因无他，就他自雁门县界碑开始，一直到他进入这家店，看到的都是叶青优秀的政绩。他确实是不希望这样的人才因为一个贪字死在他的手里，所以他要再三确认这句千里当官只为财的真实性。要知道，以官绅从商的行为和千里当官只为财的为官之道可是绝对不同的两码事。以官绅从商，有可能是当官之后因为受不住诱惑才沾染上了铜锈，也有可能是为了故意给李善长他们留下所谓的把柄。本就是一个拒绝他们橄榄枝的人，如果再不留个把柄的话，估计都无法活着等到他朱元璋的到来。可如果他一开始就本着千里当官只为财的目的的话，那就是从骨子里就不是个好东西。这样的人不杀干嘛？这样的人就算是再有才，那也得尽早杀。哪怕就是利用，他朱元璋都不会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必须再三核实清楚。等弄清楚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也就在朱元璋打定这么个主意之时，小二却是坚定无比地说道：“我怎么会不明白千里当官之为财的意思？这位大老爷，莫要因为我只是个店小二，就觉得我不识字。”这句话就是叶大人到任之后，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说出来的。叶大人到任之后，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过这句话，当时的情景，我直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听着这么一句话，饶是历经风雨且见多识广的朱元璋夫妇，也是立马瞪大了眼睛。生气是肯定必不可少的，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说自己的为官之道就是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得是多么嚣张，多么目无王法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但他这么干总得有个理由吧，也就是这个让他们绞尽了脑汁都想不明白的理由，激起了他们浓烈的好奇心，也是足以暂时压制心中盛怒的好奇心。因为这颗好奇心，不论是朱元璋还是马皇后，又或者是毛香，都没有再出言打断。小二也在追忆当初的同时，说出了他那时候的所见所闻。随着小二的追忆式讲述，他们的脑子里也有了叶青到任之初的场景。叶青到任之时，雁门县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可以说是贪官来了都得头大，因为就没东西可贪。叶青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十里八乡能说得上话的人全部召集到县衙门口的空地上听到演讲。他严肃而认真的以承诺的语气讲述他的为官之道，他直接挑明了说，他来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可这个地方实在太穷，穷到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贪。他当即决定把这个地方发展成为一个闭着眼睛都能走上财路的地方。到了那时候，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也发了大财。就是这么一个官民双赢的承诺，在当时可以说是10个人有8个都不信，甚至还有些类似于朱元璋脑残粉的人，差点就把衙门给砸了。但俗话说得好，人上100形形色色，还是有那么些人相信叶青的。其实也不是说相信他，都是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就这样，有了这么一批人跟着叶青干。可没过多久，大家就看到了成效，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时至今日，雁门县的所有百姓都认可了这么个官民双赢的计划。片刻之后，小二实在是口干的不行，这才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说了这么多，二位可明白了？不错，叶大人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贪官，他的业务也远不止这家牛肉店，但凡是能发财的行当，他都是背后的大老板。可是他却让我们都吃饱饭，也都不用穿到处是补丁的衣服了呀。老百姓其实是很好说话的，只要让大家伙吃得饱，穿得暖，活得下去，也就没人管他是不是贪官了。比起那些个沽名钓誉的清官，我们这里的人都更喜欢他这个让大家伙不饿死的贪官。马皇后听着这么一番话，嘴角直接就勾起了一抹欣慰的淡笑。唯有朱元璋还目光凝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此刻的朱元璋
突然就有了一种感觉，来自于京城的皇帝老子被雁门县的店小二上了一课的感觉，也可以说是被那还没见着面的叶大人的雇员手下给深深的上了一课的感觉。店小二的眼里，这对富商夫妇在听到他的这番话之后，表情完全就成了两回事。这还得从二人的出身说起。马皇后本就出生于归德府宿州富豪之家，父亲马公因为没有儿子，更是视马皇后为掌上明珠。不仅如此，马皇后还自幼聪明，能诗会画，更是精读史书，性格也很是顽强。元末乱世，马皇后家道中落，父亲马公更是因为躲避仇杀而逃亡他乡。临走之时，他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这才有了郭子兴把义女马小姐嫁给朱将军的缘分。马皇后虽然出身富裕，但也乐善好施，所以她怜悯百姓，却也并不仇视富豪。在他看来，有钱人也不见得全都是坏人。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他是连贫农都算不上的佃农出身，小时候被地主老财压迫，长大后又差点死在蛮园贪官手里。基于这样的出身，他仇视富商，也恨透了贪官，尤其是互相勾结的官商。至于叶青这种以官身从商的人，他更是恨得牙痒痒，巴不得抓起来就抽筋扒皮才好。可万万没想到啊，这种人还能被百姓歌功颂德，那看似纯属天方夜谭的官民双赢计划，居然还真就被他搞成了。是啊，自他过雁门界碑开始，就没看到过一个穷字，甚至连乞丐都没看到过一个。这不仅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也是从苦难中走来的朱元璋根本就不敢想象的美梦。可就是这不敢想象的美梦，却在这一方水土成为了实打实的现实。沽名钓誉的清官，不如办了实事的贪官。难道咱错了？所有人的眼里，若有所思的朱元璋直接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一旁的毛香见状，想要叫他一声，但却被马皇后一个眼神给打断了。有些事情还得他自己慢慢思考。马皇后只是走到窗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下方干净有序且人车分流的街道，以及大街上的欢声笑语，还有那么多新修的6层楼房。看到这里，他只是笑着点了点头，眼里也有了一丝满意之色。好一阵子之后，朱元璋的眉头这才稍微的舒展了些，但也只是稍稍的舒展了一点点。也就在此刻，小二这才笑着说道：好了，以官身从商的问题我已经解答了。至于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健康牛肉卖，那就太简单了，全都是出自于叶大人自己的牧场，和农户家的耕牛毫无半点关系。说着，小二就又把菜单递到了朱元璋的面前。这位大老爷现在还吃得下吗？萝卜炖牛肉是我们店的招牌菜，要来一份吗？朱元璋听着那么多和牛有关的菜色，他是真的想吃。牛肉的味道他可是尝过的，当孩子的时候，合着汤和他们几个把刘财主家的牛犊子杀了吃肉，那味道他现在都还忘不了。可他现在的身份以及根深蒂固的牛就是劳动力的思想，让他强压下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朱元璋只是摆了摆手道：和牛没关的饭菜随便上一些就是了。小二看着面前固执的大老爷，也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后，就开始帮他们配菜了。他只觉得就这位大老爷的固执样，还真是朱元璋的脑残粉，还是不折不扣的那种。而朱元璋左右两旁的马皇后和毛香看着如此固执的朱元璋，却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要没这固执劲儿的话，他就不是朱元璋了。要是这么容易就能改变自身观念的话，也不是他朱元璋了。要想让朱元璋接受这难以让人接受的观念，还得靠他自己去看。说1000到1万，也只是店小二的一家之言而已。这对生性多疑又固执无比的朱元璋来说，也只能是有那么点参考价值而已。但也很明显，这个难以接受的新观念已经印刻在了朱元璋的脑子里。不仅有牛肉饭店，还有自己的牧场。朱元璋想到这里，立马看向小二道：小兄弟，你们叶大人的牧场在哪里？咱想去看看，或许还能合作一下。小二一听，立马就笑了：我说这位老爷，我们叶大人虽然愿意和富商合作生意，但他的牧场您还是别去看了，因为只有一种人可以去看。马皇后的眼里，小二在说出这么一句话之后，眼里还有那么点玩味之色。直觉告诉他这句话不是什么好话，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更加的好奇。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对未知好事的好奇心远没有对未知坏事的好奇心重。马皇后立马问道：什么人？小二只是不那么纯粹的一笑：需要劳动改造的人。劳动改造？对于这又一个陌生词汇的出现，三人也是异口同声的好奇道。但小二却不准备解释这个词的意思，因为这个词绝对不会和他们有关系。我先去给你们安排饭菜，吃完再送你们去之前安排的酒店。小二撂下一句话后就准备开跑，可他刚到门口就又被朱元璋给叫了回来。朱元璋还有一个在他看来远比开牛肉饭店更加严重的问题要问。暂且不论这所谓的官民双赢计划到底是对是错，就叶青让辖区百姓吃饱穿暖这个功绩来看，也不是不可以原谅他开饭店这件事，毕竟不是用于农耕的牛。但如果他敢开赌场和妓院的话，那就没道理可讲了。先前小二也说了，但凡是能发财的行当，这个千里当官只为财的叶大人就都是大老板。什么行当最发财？当然是赌场和妓院了。只要他敢为了发财
以官深开妓院和赌场的话，不论他叶青多么有才，他朱元璋都要杀。你们叶大人开赌场和妓院了吗？小二果断摇头道，唯独就这2门生意，我们大人不碰，但也和他有那么点关系。听说但凡是想在我们这里开妓院和赌场的人，都得按照他的指导意见来，不然就坚决不准开。具体是个什么指导意见，我这个饭店小二就不知道了。您想了解，就得亲自去赛贵妃会所以及雁门赌坊去打听。小二见朱元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就再次果断转了身。却在此时，朱元璋又立马叫住了小二。这2个地方他一定会去，但现在他还有一个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要问。朱元璋只是眼睛那么一眯，一道寒芒直接就迸射了出来。咱看你们这地方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望楼，这望楼可是军用建筑啊。望楼上的士卒装备精良，又是弩箭又是火铳的，就用来管理治安吗？也就在朱元璋话音刚落之时，小二也立马变了脸，变得严肃无比，还眼里尽是审视之色。你这是要打听本县的军政？小二在反问了这么一句之后，他也立马就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劳动改造这4个字或许能和他们搭上关系。小二已经记不清这是找他打听军政消息的第几批人了，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套路。这些人都是先摆阔到包间，再打赏大钱，然后从打听无所谓的商业消息以及他们叶大人的相关消息开始，稍微聊开之后，就开始打听真正值钱的消息，那就是机密军政消息。对于这样的人，他通常都是收了钱还卖了人。因为雁门地处边境，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在和北元探子斗智斗勇，所以他们叶大人相当的重视防谍科目，也因此超强的防谍意识早已深深地种在了雁门县百姓的骨子里，稍微觉得不对劲就直接举报给特工大队。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北元探子，那就是特工大队的事了，他们自有一套甄别手法。而这些人的下场大多都是变成了他们叶大人的免费劳动力，也可以称之为劳改犯。就在小二如此思索之时，朱元璋却是眼神深邃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咱以前是跟着陛下打江山的老兵，所以对这方面有那么点兴趣，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说着，朱元璋就端起了旁边的茶杯，虽然喝着茶，但却感受不到茶汤的味道，因为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小二接下来的回答上。在他看来，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旦触及他的底线，就绝对不能原谅的问题。他的底线就是军政必分家，县衙的民政归知县老爷管，但辖地的驻军必须是朝廷委派的卫所将领自辖，军户的屯田农事等民政归知县管，但军户的军事训练和行动必定是不能受县太爷摆布的。可就望楼管理街道治安的差事来看，那简直是军人干起了衙役的事情。如果只是他叶青和本地将官商量，取得了将官的同意，那就没什么话说。可一旦知县架空将官，将官对他唯命是从，那就没道理可讲，必须去死了。也就在朱元璋话音一落之后，小二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在他看来，这就是那熟悉的套路。小二只是友情提醒道，我劝你们少打听军政消息，这里可是边境。至于他们继续打听的后果，他就不说了，对得起赚的这50两银子就行。话音一落，小二就自顾离开了。且不说朱元璋叫不回去，他朱元璋也不会再叫了。原因无他，因为他基本确定叶青染指了军务之事，极有可能犯了他朱元璋的大忌讳。这里的确是边境之地，时常有北元探子出没，但他也没有问太过机密的事情，都是些摆在明面上的事情而已。就连这摆在明面上抬头就能看见的事情都不能问吗？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300两了？因为小二不仅是雁门百姓，还是这家饭店真正大老板叶青的雇工，所以他就更加怀疑叶青染指军政了。在他看来，叶青把防谍这块做得如此的过犹不及，极有可能是除了防北元探子以外，还在防上面微服私访。想到这里，朱元璋就又陷入了沉思，生性多疑的性格被他的眼神完全出卖了。当然，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他完全可以暴露自己的本性。马皇后看着陷入沉思的朱元璋，也只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朱元璋的这多疑的性格他管不了，一切还得他自己想明白才行。当然，作为一个皇帝，多疑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只是朱元璋的多疑才是真的有点过犹不及了。再者说了，马皇后也认为朱元璋的底线没有错，以官身从商之罪都暂且不论，已经是朱元璋破天荒的决定了。他只希望叶青千万不要以官深开妓院和赌坊，一旦涉足这种丧良心的生意，就足以证明心术完全不正，该杀。如果敢以文官的身份涉足军政之事，也必须该杀。这2条底线是千万不能踩的。可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他叶青又极有可能踩了他朱元璋的底线。在辖地开妓院和赌坊，必须按照他的指导意见来，这其中可以操作的空间可就太大了。当兵的人干衙役的差事，这其中的弯弯绕也确实是太多了，必须还得好好暗查，查清楚之后才是与叶青摊牌的时候。是直接弄死叶青，还是提拔入京，帮他朱元璋钳制李善长和胡惟勇他们，就看接下来的暗查结果了。不过就马皇后而言的话，他对叶青还是很有信心的。如果叶青真的是各种知法犯法，各种踩他朱元璋的底线，还敢把考核自评写成自我举报信，他不信有人真的会上赶着求死。
如果是真的想死的话，也完全没必要到皇帝陛下跟前求死啊！想死还不简单，自己抹脖子不就得了？自己抹脖子还比朱元璋赐的死法轻松太多，完全就是享受级别的死法。也正因如此，他依然坚信叶青写这么一封自我举报信的目的，就是如他所想的目的。而现在引起的猜忌，可以说是闹了误会，只要把这误会解除就好了。想到这里，马皇后就再次拿起了雁门县商旅指引，直直地看着指引地图上画着的红星，也就是雁门县县衙的所在。马皇后看着那颗红星，脑子里竟是足以代表叶青优秀政绩的所见所闻。叶青，可千万别让陛下失望啊！也就在他们二人各自琢磨之时，他们在牛肉店包厢点的与牛无关的一桌饭菜全部被端了上来。闻着饭菜香味，朱元璋和马皇后的思考直接就被打断了。突然，一个大份的萝卜烧牛肉被人端着从他们的门口走过，闻着从未闻过的肉香味，三人的目光都直直地看了过去，而他们面前的这些菜色也顿时就失去了些滋味。片刻之后，朱元璋在暗吞口水之后，就准备开始横眉冷眼的吃饭。可看了看自己左右两边的二人，一句没出息，直接就要爆出口。但他最终还是看向毛香，严肃斥责道：“就这出息，吃完了陪咱出去逛。”也就在他们皱着眉开动之时，负责监视朱元璋一行人的特工分队长找到店小二问清楚了详情。果然，他们意欲打听军政消息。而小二那句尤其是那大老爷在说到军政相关事务之时，眼睛里有光，还是贼亮的那种，帮了特工分队大忙，也帮了朱元璋一行人的大忙。你们几个别暴露，把人看好了，我亲自去见叶大人。特工分队长在县衙门口下了马之后，门吏非常自觉的就上去牵马。守门的门吏知道特工大队的人跑到这里来，一定就是县衙的头等大事。他们的叶青叶大人真的是把防谍科目当成是头等大事在抓。叶大人在他的院子里，穿着百姓布衣的特工分队长只是点头致意后，就开始一路小跑了起来，跑过了各部门行政大厅，跑过了久不开张的公堂，跑过了假山水池与园林景观，这才看到他们叶大人的独家豪宅。与其说是宅子，还不如说是披着宅子皮的国公府。议事大厅里，叶青就这么直直地看着那挂在墙上的日历，看得还有点入神，就好像特别关注什么日子一样。没道理啊，朱元璋不该气炸，直接派人快马加鞭来赐死吗？按理说，我都该在这里死了7、8天才对。叶青憧憬着他即将到手的1000亿大奖，以及即将开始的都市满级人生。他为了这个目标努力了整整6年，为了有资格被朱元璋点名赐死，他近乎是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了3年他讨厌的八股文。考上之后，他为了成为让朱元璋必须点名赐死才解气的贪官，他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变成了闭着眼睛都能走上财路的地方。终于，他有了贪墨100万赃银，以官身从商、私造钞、规格豪宅的罪名，还都是能拿出真凭实据的罪名。可以说，他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朱元璋的钦差来，干脆赐死就最好。如果还要核实一番，他也可以直接拿出证据来。叶青想好了，他贪这么多的大明财富，就当是对朱元璋的嘉奖好了。奖励他让中原百姓不再遭受北元的欺辱，奖励他真正做到了恢复华夏。其实，在叶青看来，朱元璋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但他恢复华夏、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抹黑的。再者说了，叶青也真的不把这些古代财富当回事，在这里拥有再多财富又有什么用？哪怕是当了皇帝，不也照样过得没有现代的普通百姓好？想到这里，叶青也是一双剑眉微微一皱，可别出什么意外才好。不应该啊，就他那急性子，看到这么一份字里行间尽是挑衅的自我举报信，会不火冒三丈？会不赶紧的派钦差来赐死？叶青对赐死圣旨久久不来这件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待。6年都等过去了，也不在乎多等这么几天。想到这里，叶青就又走到院子，继续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也消磨着悠闲的时光。可也就在此刻，特工分队长却是快步走了过来。叶青只是听着急促而稳健的脚步声，就知道是特工大队的人来了。还是那句话，他现在什么都不想管，就想安心等赐死圣旨的到来。但防谍这门功课可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作为他自己来说，他不想这些百姓在他的眼皮底下被北元人屠戮。他叶青也是一个纯正的画馅郎，这点血性还是有的。况且一旦因为他的过失让北元大军打进来的话，就得算他做了祸国殃民的事，一切努力全白费。因此，在成功回家之前，防谍这门功课他必须认真负责。大人，那群人已经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北元探子了，尤其是那个富商打扮的大老爷。负责监视朱元璋他们的特工分队长也把那句尤其是那大老爷在说到军政相关事务之时，眼睛里有光，还是贼亮的那种，一字不差地告诉了叶青。特工分队长的眼里，叶青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与此同时，他只感觉他们叶大人的气质一下子就变了。懒散且贪图享乐的叶青，直接就变成了真正的一方父母叶大人。
叶青看着不远处的雁门山，看着山脊之上巍峨的长城，看着长城外的蓝天白云，他只是眼睛那么一眯，饶是精兵出身且杀人过百的特工分队长都感觉到了一丝明显的凉意。其实他们也从来没看懂过叶青，明明就是长相俊朗帅气的一介文官，怎么有时候的气场比沙场悍将还让人望而生畏？也不怪他们看不懂，叶青虽然这一世是文官，但却当了好几世的武将。特工分队长的眼里，叶青严肃下令道：立即逮捕，劳改甄别。是，大人。特工分队长干脆抱拳之后，就快步离开了叶青的独家豪宅。他要赶紧找到他的队友，然后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不放过任何一条漏网之鱼的逮捕计划。逮捕了他们之后，就会直接扔到劳改营去进行劳动改造。他们的劳动改造不仅合理的利用了吃闲饭的大明犯人，还能起到很不错的甄别效果。如果是北原探子的话，扔进劳改牧场一定是一把好手，但扔进劳改农场的话，那也一定没有本地犯人会。很多时候，就靠这些双方的生活技能差异，就能甄别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旦最终确认他们是北原探子的话，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很快，特工分队长又回到了牛肉大饭店门口。也就在此刻，没有吃到萝卜炖牛肉的朱元璋三人也意犹未尽地走了出来。朱元璋看着毛香那恋恋不舍的样子就来气，就这么想吃？不，老爷，我不想吃。毛香话音一落，就站在了边上，完全目不斜视。而马皇后却是看着雁门县商旅指引道：我们先去赛贵妃会所，再去雁门赌坊，最后再回小二给我们安排的酒店与其他人会合，这是最节约时间的路线。对于这种事情，朱元璋是无所谓的，自然是马皇后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这样，三人一路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而去。他们必须要弄清楚叶青的指导意见到底有没有踩踏朱元璋的底线，而他们却不知，他们的四面八方早已形成了天罗地网。雁门县繁华而热闹的大街上，过往车马在马路上双向而行，或一人一马昂首前行，或马拉板车满载货物，或在人马车之中的富商贵妇与大家闺秀探出脑袋。他们看着眼前的一切，尽是满意带笑，而两边的人行道上也尽是欢声笑语。走在人行道上的朱元璋三人，置身于这一片繁荣之中，也是表情各不相同。毛香东张西望着，是他自己对这一切都好奇，也是出乎贴身护卫的本职。马皇后则直接进了一家大型饰品店，很快就和店里的年轻姑娘们打成了一片。饰品店门口的长条凳子上，朱元璋坐在中间位置上，看着两边抱着包的年轻男子，而这些抱着包的年轻男子也眼巴巴地看着这个不太讲规矩的中年大个子。其实也不是朱元璋不讲规矩，主要是他习惯坐中间上位，所以一屁股就坐在了中间。你们都看着咱干嘛啊？年纪轻轻的，大白天不去做正当营生，跑到这里来帮女人看包，陪女人逛街，像个什么话？两边的年轻男子被朱元璋一通教育之后，也把目光集中在了他怀里抱得老紧的女包。很明显，他抱着的包远比他们手上的包更大得多，必须抱得老紧了。这里面可是他们出行的全部家当。其实，挎包出行并不是现代女性的专利，早在唐朝的时候就非常流行，甚至比现代女性的皮包更好看。毕竟大多是布艺女包，可以去店里买成品，也可以自己制作。也因此，很多的女包都是独一无二的款式与绣工。朱元璋左边的年轻男子笑着道：大叔，你坐在这里教育我们，你好意思？紧接着，他右边的年轻男子又跟着笑道：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以皇帝老子为榜样，谁也别说谁，半斤八两都差不多。大叔，你这么惊讶干嘛？两边抱着包的年轻男子们的眼里有着不少微服私访经验的朱元璋，第一次露出了惊讶到呆如木鸡的表情。都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应天距离雁门何止千里？他是真的想不通，他境内这件事怎么就能传到边关来呢？关键是还在边关地区闹得人尽皆知的地步，就好像有人故意宣传过一样。下一瞬，朱元璋在深吸一口气之后，就立马压住了火气。他现在就想知道是哪位大嘴巴，让他这在边关地区有如此之高的名气。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人，虽然冲动易怒，可一旦冷静下来且目标明确的时候，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这些小伙子哪里是他的对手？几番闲聊下来，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还得从雁门县繁华的商业环境以及无所顾忌的言论环境说起。来的经济地区商旅多了，这些事情就从茶楼酒肆开始逐渐传开。这里的百姓不仅知道杀伐果断的皇帝老子怕马皇后，还知道运筹帷幄的魏国公徐达被女儿当着家。弄清楚一切之后，朱元璋也对叶青有了点意见。城市发展是不错，但对百姓的思想教育还是不到位，简直是什么都敢说啊！老爷，这俩发簪哪一种好看？也就在此刻，马皇后拿着两个发簪就走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可以说是极其不耐烦的，随便点了一件，给了钱就走。走在大街上，朱元璋看着好似年轻10岁的马皇后，也是露出了喜悦的淡笑。可紧接着他就不乐意了：马姑娘，咱是来办正事的，咱直接去那俩地方好不？再这么逛下去，咱不知道会被这些兔崽子挤兑成啥样呢？咱还要不要脸了？朱元璋是真的很窝火，
这里的兔崽子们居然拿他惧内来说事。如果是在天子脚下的京城，有人敢这样说吗？就算是知道，也不敢说出口。他虽然对老百姓好，但还是会让老百姓管住自己的嘴。皇帝的闲话可不敢乱说。不说荆棘之地，就是这一路走来，也没听谁把皇帝的私事当谈资的。也就是他叶青的辖区，才如此的与众不同。想到这里，朱元璋也打定了一个主意。如果他们去赛贵妃会所和雁门赌坊之后，发现叶青没有涉足这2项缺德生意，也打听到他没有涉足军务，就可以认定他叶青没有踩踏朱元璋的底线。什么是底线？底线是上位者专门给有才能的人准备的最低限度。只要他叶青不踩朱元璋的底线，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好说好商量。有了好说好商量的想法之后，他就可以去县衙找叶青，直接挑明了身份说事。那么首先要说的是，就是对百姓的思想教育问题。当然，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大罪，但也是必须注意的细节。就在朱元璋如此盘算之时，马皇后也是一脸委屈的拿过他手里的包。老爷别生气，我错了，难得出个门，我就是想和这些年轻姑娘们一起逛逛。下一瞬，朱元璋直接就把包夺了回来，严肃至极道：这包不轻，咱来背，你随便逛。而他们的身后，毛香枝觉得突然就有了一种极强的饱腹感，总感觉晚上不用吃饭了。他才是那个最想朱元璋和马皇后专心办正事的人，实在是吃不下了。而毛香的身后，特工分队长和另外一名搭档特工也是非常认可他们的演技。那俩应该不是假扮夫妻的探子，应该就是一对夫妻当了探子，实在是一点假扮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啊。特工分队长听后也是点头表示赞同，只觉得他们本就是探子夫妻。可紧接着他又眯起眼睛道：不对，40-50岁的人都老夫老妻了，哪里还有这么恩爱的？听着特工分队长的分析，另一名特工也点头表示赞同。就这样，他们在大街上的恩爱又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很快，朱元璋他们3人在特工们的暗中护送下，来到了色贵妃会所门口。看着眼前的一切，马皇后红着脸别过身去，朱元璋则是皱起眉头的同时，还一把拉住了正往里走的毛香。就毛香此刻的眼神，可以说是直接写上了神往2字。被拽回来的毛香，现在是身体被拽了回来，但魂还在这让人无法自拔的大厅里。毛香那充满神往之色的眼睛里，写着赛贵妃会所5个字的牌匾，直接横跨了宽大的双扇大门。敞开的大门之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8位身着制服式波斯女装的美丽波斯女子，而且这些制服式的波斯女装还改款的非常大胆。可以说，就这一身改款过后的制服式波斯女装，把这8位迎宾波斯美女的身材彰显得淋漓尽致。要知道，毛香可是皇帝的亲卫，更是清军都尉府的都指挥使，还是跟朱元璋走南闯北，打过天下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都像被勾了魂一样的往里走，其他发了财的富商不直接往里冲。会所大门口，朱元璋3人站在当中，像极了分水岭一般。从他们左边进去的是兴致勃勃往里去的商旅，从他们的右边出来的则是意犹未尽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商旅。没出息的东西，就这么想进去？朱元璋骂完毛香之后，也只是用余光偷瞄了一眼这些迎宾的波斯美女，暗自吞了好大一口口水。毛香可是未来的第1任锦衣卫指挥使，他的眼睛是很能发现细节的。可他就算发现了朱元璋在马皇后面前故作矜持，但他也不敢说什么。不错，朱元璋看着这8名美丽的波斯女子也心动。作为一个男人，这是必须的反应，但却绝对不是作为一个皇帝该有的反应。当皇帝的可以有很多妃子，可以在后宫不当人，但在外人面前必须当一个圣人。所谓的陛下圣明就是这么来的。尽管当这么一个圣人实在太累，毛香只是余光看着他们，然后一脸委屈道：不是要打探消息吗？老爷，我们这不进去怎么能打探到消息呢？朱元璋严肃道：夫人能进去吗？你就在这里寸步不离地保护好夫人，咱一个人进去打探就好了。说着，朱元璋就来到已经背过身去的马皇后面前，要了一笔打探消息的款子。马皇后有些不舍得给了他1000两银票，同时还不忘叮嘱道：老爷，你可不能乱来啊，你家里多的是不说，这些姑娘还会污了你的血统，你可不能在她们身上留种哦。对于马皇后的叮嘱，朱元璋也是皱眉到极点，咱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放心，但凡不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咱碰都不碰，你就在这里等好了。话音一落，朱元璋叮嘱了毛香几句，就昂首跨步往里走。毛香看着意气风发往里去的朱元璋，也是眉头皱成了一堆。但凡朱元璋不是皇帝，他都会暴揍一顿，再骂一句什么东西。街道对面的茶铺里，特工分队长和他的队友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很是不可思议。他们已经基本确定眼前富商夫妇是北元探子了，但就这对富商夫妇是真夫妇还是假夫妇，还是有些拿不准。说他们是假夫妇吧，他们很多时候看起来又是那么的夫唱妇随，40-50岁还那么恩爱，这事虽然很少，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说他们是真夫妇吧，可哪有夫人给丈夫前去妓院，自己还在外面守着的？不用多想，很明显就是让他进去打探消息，
他和这名一看就有本事的护卫探子在门口放风，只是这么一琢磨，就更加肯定他们北原探子的身份了。之所以会想到进妓院是打探消息，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混过江湖的人都知道，鱼龙混杂之地就是消息聚集之地。赛贵妃会所大厅里，朱元璋刚一进门，就感受到了8名波斯美女那沁人心脾的致敬，欢迎光临。朱元璋并不理会，只是昂首前行。走过屏风之后，朱元璋这才知道里面是别有洞天，亮到能照出人影的石材地板铺满了整个大厅，只是这些石材就是不少的银子。很快，一名远比应天府青楼里的龟公帅气的年轻男子迎上前来道：“客官，您想体验什么服务？”朱元璋只是严肃道：“咱不想体验什么服务，咱只想打听点消息。”年轻男子立马变脸，一副下逐客令的样子道：“我这忙着呢，没空和你瞎白话。”朱元璋看着果断转身的年轻男子，并没有多么的生气。其实他早就猜到了这么个结果，只是还想试试看能不能节约一笔开支而已。很明显，这笔不菲的消息费用是节约不了了。你们这里最贵的玩法是多少钱？朱元璋昂首淡笑，大声地问道。年轻男子立马转身，只发现眼前的大老爷立马就变了气质。先前是穿着华服也不像那回事的老抠门，现在却是家底肥厚的大财主老江湖。很明显，这位混迹风云的江湖不是本地人，甚至还是第一次来的外乡人，口音偏南方味道不说，还不说服务说玩法。但凡来玩耍过的外乡商旅，都说服务不说玩法了。尊敬的贵宾，我们这里最贵的服务，也就是您口中的玩法，价值999两银子。朱元璋一听，内心深处是炸裂的。999两银子是个什么天文数字？是朝中大员省吃俭用1年也玩耍不起的价格，是他这个皇帝听了都得发抖的价格。但哪怕是这样的天价，也有不少商旅花费的心甘情愿。这能说明什么？这足以说明在这些人看来，这个玩法值得这个价格，而且他们来这里做生意，还赚到了可以不在乎这点钱的利润。可是真的不是一点钱啊！想到这里，朱元璋也不禁开始好奇，在这里做生意真的就这么赚钱吗？也因此，他又打定了一个主意，等他在这里打探完他想知道的消息之后，也按照雁门商旅指引的指引去做一单生意试试看。当然了，做生意是假，从旁了解叶青才是真。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搞清楚叶青有没有涉足妓院生意。如果他胆敢涉足妓院生意的话，也就没有再从旁了解的必要了。朱元璋咬着牙大方道：“是不是咱要了这什么服务，你就知无不言了？”那是自然，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胸牌上写着大堂经理4个字的年轻男子客气无比地回答道。朱元璋听到这满意的答复后，立马就看向面前男子胸前那金光闪闪的胸牌。大堂经理，瞧你这见钱眼开的样子，和其他地方妓院的龟公有什么两样？龟公就龟公，还大堂经什么理啊？朱元璋只是嘴角一咧，似有嘲讽地说道。经理也不和眼前大老爷一般见识，主要还是不能和钱过意不去。再者说了，人家说这话在一定意义上也还是挺有道理的。贵宾，这边请。梦幻无比的七色灯笼之下，怀揣1000两巨款的朱元璋走在这最高消费999两一次的销金窝里，那是相当的昂首挺胸。今年45岁的朱元璋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老朱，他有着乌黑的头发和胡须，威仪的长相，挺拔健硕的身材，以及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打虎的身手，骨子里就透着一股武人才有的自信。也就是这身名贵的衣衫，以及象征着财富的紫金束发冠，才让他镀上了一层铜锈，像极了一个富商。手中折扇再那么一摇，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都没有人会相信。武人的自信，富商的做派，浪子的气质，在这一刻直接3合1，愣是让过往的年轻商旅全部黯然失色。与此同时，化身中年浪子的朱元璋直接就成为了全场最佳的焦点，接受着周围同性仇视的目光，也接受着来自4面8方的媚眼。不得不说，朱元璋真的很懂女人，他绝对不会像其他商旅一样盯着某个姑娘看，他的眼里只有前进的路。而这些可以说是容貌上佳的姑娘，哪怕是擦肩而过，也不会看奶怕一眼。也正因如此，才让这些貌美的猎物直接就有了猎人之心。而他们要猎取的人，就是这位中年浪子。下一瞬，类似于传统妓院劳保子功能的女经理都招呼不住了，这些姑娘愣是一窝蜂的就往朱元璋的天字1号包厢而去。天字1号包厢里，朱元璋看着眼前的一幕，也是内心颇为震撼。这个包厢太大了，比他晚上找妃子办事的寝殿还要大上许多。他寝殿里有的东西，在这里都只是一般的标配，除了没有雕龙画凤以外，一切都比他的寝殿好得多。最为亮眼的还是中间那个汉白玉堆砌而成的9瓣莲花汤泉池。贵宾，您即将消费的是价值999两的梦回丝路主题套餐。9位丝绸之路上的绝色佳人会带您重新踏上那古老的丝绸商道，这是我们店专门为您这种成功富商研发的主题套餐，希望您能喜欢。一通介绍之后，朱元璋已经对整个服务的过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听得他是表面带笑，但又有些龇牙，主要是心里太过窝火。
一想到他坐池子中间当帘子，久未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家人当花瓣的场景，他就很想气急败坏地感慨一句：老子在宫里还不敢这么玩呢。但话到嘴边，还是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朱元璋只是淡笑道：看不出来，其他的风月场所不过就是吟诗作赋、附庸风雅，你们这里还套上历史文化了。还大堂经理自豪道：吟诗作赋太过时了，这叫做文化包装，什么东西一包装就上档次了。还得感谢我们知县大人、叶青叶大人指导的好啊，得亏了他这些指导意见，才让我们这里价格更高，还生意爆好。对了，贵宾，您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您还是赶紧挑姑娘吧，挑满9个，我就给您计时了。听到这里，朱元璋心里的火气差点就上了头。999两银子就1个时辰，还能再贵一些吗？这还不是他生气的重点，重点是叶青真的有做这种买卖的天赋，还是天赋异禀的那种。希望真的只是指导意见吧，希望只是本着提高这家店的收入，也能相应提高地方税收的目的而提出来的指导意见。可如果敢涉足这门生意的话，他叶青绝对死定了。想到这里，朱元璋也只是嘴角轻轻咧笑道：不着急，咱怎么就没看到一个穿着中原服饰的姑娘呢？怎么全是这些异域风情呢？大堂经理听后又立马说道：还不是叶大人规定，想要在雁门县境内开妓院就不许用中原姑娘。他说他不想看到逼良为娼的现象在他的地盘出现，因为不能确定是不是逼良为娼，所以干脆就直接一刀切，不许用中原姑娘，只能是北元、朝鲜、倭奴等，总之一句话，大明朝外的姑娘都行。起初我们也觉得不妥，可叶大人保证不仅不会没生意，还能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不直接就给出了文化包装的指导意见，有价值222两的海战沙窝主题套餐，有价值333两的北上灭元主题套餐，您这就是最高贵的梦回丝路主题套餐。听到这里，朱元璋在震惊之余，还对叶青还生出了一股小小的敬意。原因无他，这说1000到1万，还是不想祸害自家的同袍姑娘，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不仅如此，还是个有想法就有作为的得力干才。他叶青不想祸害自家的同袍姑娘，但也拿出了保证商家收益的方案，直接做到了两全其美。这样的人才实在是不可多得呀。想到这里，朱元璋也是暗自点了点头。他接下来就会问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可以确定叶青是否涉足这门生意的问题。只要确定叶青没有涉足这门生意，他就可以笑着出门，直奔雁门赌坊而去。他也是真想叶青可以连过3关。只要叶青不涉足妓院生意，不涉足赌场生意，不涉足军机药物，就算他叶青全部过关，到了那时，就该他这个皇帝向叶青伸出橄榄枝了。想到这里，朱元掺便用尽是期待之色的目光看向大堂经理道：这位叶大人就这么白给你们指导意见吗？他不来掺和一手？大堂经理摇了摇道：没有掺和，他说他不涉足这种生意，这是他的底线。听到这里，朱元璋的嘴角立马就有了一抹欣慰的淡笑。只是他提高了我们这行的税收。也就在大堂经理补充这么一句之后，朱元璋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没了。与此同时，他的眼里还有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杀气。大堂经理的这句话直接就勾起了朱元璋的杀心。很明显，私自抬高税收这种事情又是他朱元璋眼里的一条大忌。在他看来，这和历朝历代那些以征税为名对百姓各种搜刮的无良贪官可以说是毫无区别。还别说历朝历代了，他小时候就深受埋怨贪官的迫害，可以说是上个茅房都要征收蹲坑税，如若不然也不会把他家里最后一点稻种都搜刮了去。一想到乱收税这3个字，他就想到了上吊自尽的父亲，以及饿死了都没地埋的母亲和兄弟。要不是没什么血缘关系的同乡同姓兄弟朱六九给了他3分薄地，他爹娘兄弟烂在炕头都没办法入土为安。而造成这一系列悲剧的人，正是以征税之名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可以说他这一瞬间的杀气就是听到私自加税的下意识反应。可片刻之后，他又稍稍的释然了一些。又不是对百姓乱加税，对销金窝加点税也无可厚非，只要加来的税不是进自己腰包，适用于利国利民就行。朝廷规定普通商税为30税1，妓院与赌坊为100税10，他再加个5个点也不为过。想到这里，朱元璋便直接开口问道：他加了多少税啊？大堂经理只是余光看向县衙的方向，大声说道：说出来吓你一跳，但我不能说。不是，您问这些不相关的事情干嘛？你该不会是……大堂经理欲言又止，但眼睛里已经有了警觉2字。朱元璋也是在京城长期微服的老江湖，绝对不会轻易惹人怀疑。朱元璋立马笑道：纯属好奇，纯属好奇而已。咱这不是准备去找叶大人合作个生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是？听到这里，年轻的大堂经理果然就放松了警惕。他不仅不再怀疑朱元璋，还有情提醒道：知己知彼也没用，咱这叶大人可比天上的财神爷还精明，他让你赚10两银，你就绝对赚不到11两银子。您要是和他斗那机灵，保您亏没了裤衩。提醒完之后，大堂经理又不耐烦地催促道：您还选不选了？就算不选，我也该计时了。朱元璋也只是瘪着嘴长叹一口气，
这换了个称呼的龟公就这么着急吗？很明显，找他打听是打听不出来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了，但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他对叶青的了解，这就更上一层楼了。万万没想到，他叶青还有这样的本事。就这让人赚10两，别人就赚不了11两的本事，还真赶上要人3更死就不留人到5更的阎王爷了。他朱元璋是从来不信邪的主，必须要去碰一碰。当然，这也是确定他叶青没有踩线之后的后话。可这龟公嘴还挺严，就是不说叶青加了多少税，以至于他难以判断是否踩线。在他朱元璋看来，判断是否踩线的方法很简单，如果加税的程度不超过10个点，还能说他是正常加税，适用于城市建设，是为了利国利民。可一旦超过了10个点，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而要想知道具体的数据，他现在唯有寄希望于那些早已被他征服的异域姑娘。给老爷上，老爷这就挑。很快，几十名来自于古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姑娘就在朱元璋的面前站成了一排。她们穿着自己国家的特色服饰，还是改款的相当大胆的服饰。看着这么多异域风情之中的颜值身材之最，朱元璋不起反应是假的。但好在他自制力够强，这才勉强压制住心中欲望。几十名各国姑娘的眼里，朱元璋依旧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表演得更加卖力。朱元璋只是随手指了9下，就有9位姑娘笑脸迎了过来，而其他人则是失落地离开了。关上大门之后，朱元璋抬手就阻止了他们的下一步工作。都停下，先别忙放水，都给咱坐一排，咱和你们聊聊天先。梦幻无比的七彩跑马灯之下，朱元璋坐在桌子前，独自吃着面前精致的水果拼盘，然后就用一双尽是审视之色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坐在床头的9位异域姑娘。挺那啥的氛围，直接就变成了审问犯人的氛围了。你们都多大了？9位异域美人齐声媚笑道：“哥哥别问，问就是18。”朱元璋只是点了点头道：“问就是18。”就这个回答来看，确实是受过老手教育的。不过你们是眼睛都有问题是不？大叔不知道叫哥哥。9位姑娘听到面前大叔如此这般的回答，也只是尴尬的笑了笑。他们也是万万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直爽的人。这里本就是80岁的大爷都该叫哥哥的地方。也就在此刻，其中一名金发碧眼大白妹率先向朱元璋发起了攻势。她抛个媚眼之后，就用那不是很标准的汉语道：“大叔，您气宇不凡，好英俊哦。”朱元璋看都不看，眼里只有好吃的水果。他一边涂子一边说道：“气宇不凡差不多，英俊差很多。”你无语了。金发碧眼大白妹无语了。这9位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姑娘也全都无语了。她们已经被朱元璋对的实在是没有提供套餐服务的心情了。就算是继续工作，那也是为了生计，犹如行尸走肉，没有半分味道。而他们却不知，这就是朱元璋的目的。唯有对的没了兴趣，才有安心聊天的心思。朱元璋偏着头看着他们道：“其实咱不喜欢人多，你们回答咱几个问题，谁先回答，咱今晚就疼爱谁。”话音一落，9位姑娘直接就开始眉目如狼了起来。朱元璋判断的不错，这些接触过3教9流的姑娘果然也知道不少消息。可他们也不知道叶青到底加税了多少，只知道叶青虽然加了很多税，但老板和姑娘们依然有赚，依然愿意做下去。听到这么个消息，朱元璋也再次为叶青的商业天赋而惊叹。这可是把周瑜打黄盖用在生意经上了。只要他叶青不踩他朱元璋的底线，今后必定是大有前途。打定了这么个主意之后，朱元璋就准备食言了。他可不敢真的疼爱谁，唯有护着裤腰带跑路。可这些姑娘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给了钱不说，还让他们丢了魂的男子汉。片刻之后，朱元璋踏出了赛贵妃会所的门槛，重新出现在了马皇后的眼里。只是他现在这样子，却是直接让马皇后的一双慈眉凤目变得狠毒了起来。妹子，你听咱说，事情绝对不是你看到的样子。赛贵妃会所大门口，马皇后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毛香作为朱元璋的贴身护卫，看着此刻的马皇后，直接就退到了边上去。只因为慈眉善目的皇后娘娘一下子就变成了火凤凰，要是退得慢了的话，指不定还得把火烧到她的身上去。毛香在退到安全距离之后，就插着手背靠墙，准备开始悠闲的看大戏。她那就差把幸灾乐祸4个字写眼睛里的目光之中，朱元璋是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当年9死1生的朱将军都没这么狼狈过。如果把朱元璋身后那装潢豪华的会所变成人迹罕至的小树林，说他被好些个寡妇拖进了小树林，都是绝对会有人相信的。朱元璋面对双目如炬的马皇后，那是相当的手忙脚乱。他一手整理衣领的同时，还一手整理腰带，刚整理完衣装，又开始整理发髻。脖子伸直了。朱元璋缩着脖子狠狠摇头道：“不，你看了更误会。”马皇后只是眉心一皱，直接上手就牵开了他的衣领。就朱元璋脖子上的一切证据，看得他是瞠目结舌。之前还只是看到一点红痕，可万万没想到衣领之下居然是如此壮丽的场景，整整9个印记，那是相当的清晰可见。马皇后也是过来人，自然知道那9个印记是怎么来的，
甚至还能根据印记在脑子里还原留印记的姑娘是多么的卖力。要不是把吃奶的力气都拿了出来，绝对没有如此深厚的印记。整整9个印记，差不多深厚的功力，但唇形却各不相同，有薄唇秀美型，还有肥唇性感型。只是看这一圈的唇印，就知道朱元璋在里面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了。朱元璋看着马皇后，也是心里直发虚，他眼睛看着天，勉强咧嘴一笑道：大街上这么多人，你别这么看着咱，别这么对咱说话。你听咱解释，咱自进门开始就没看过这些番邦女子一眼。可你知道的，咱虽然不是英俊的书生，但咱绝对比那些英俊的书生更有男子气概。这些姑娘见惯了英俊书生，就喜欢咱这种中年男子汉。朱元璋狠狠地解释着，也还不忘把自己给夸上天去。可却在此时，好几名从里面出来的商旅见朱元璋怕成这样，立马就自以为是的想到了他们所认为的真相。他们所认为的真相就是出来偷吃，被家里的母老虎抓了个正着。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位在里面抢光他们风头的中年男子汉，家里的母老虎都这么的风韵依旧。想必这位母老虎年轻的时候，也该是一位国色天香的千金大小姐吧。家里的母老虎都这么好，还出来偷吃，关键是还抢了他们所有的风头，这种人不被整都没有天理。这位大哥，999两银子的梦回丝路主题套餐，有没有让你回到丝绸之路上啊？这还用问，就看他这脖子上的一圈印记，那也肯定是去了呀。那不是印记，那是那么多的楼兰女王在他的通关文牒上盖的大红戳啊。这位大嫂，男人出来玩耍很正常，要学会装不知道懂不。这位大哥，不要解释，越描越黑，唯有承认才能得到宽大处理。下一瞬，朱元璋直接就火上了天，握着沙包那么大的拳头，就要往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脸上对。而这些人一见朱元璋要动手，立马就一溜烟的跑了。他们哪里敢和朱元璋动手？哪怕朱元璋再次穿回乞丐的衣服，只要眼睛那么一瞪，他们也只有跑路的份。还别说什么帝王龙威了，就是他眼睛里的杀气，就不是这些真正的商旅敢冒犯的。朱元璋看着被自己吓走的混蛋商旅们，是真的想叉着腰就开始骂街。可转念一想，也确实没必要和他们一般见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把马皇后哄好了。他冤啊！他真的只是花钱买了点消息，他脖子上的9枚大红印真是被迫种上去的。妹子，你可千万不要听他们瞎说，那些个王八蛋奸商就是嫉妒。马皇后也不生气，只是点了点头道：嫉妒你抢了他们的风头，嫉妒9位楼兰女王在你的通关文牒上盖大红戳是吧？话音一落，马皇后也不给朱元璋继续解释的机会，直接就走了。而朱元璋就像是哄小姑娘一样，追着就开始笑脸相迎，时而在左耳边解释，时而在右耳边解释。其实马皇后根本就不怀疑他乱来，他绝对相信他家众八不会对这种地方的女人有想法，只是气他没保护好自己而已。万一要是染个什么病回去，那就是大明朝的不幸了。与此同时，他也是在生自己的气。要不是因为自己，朱元璋就会带着毛香一起进去。有毛香在，朱元璋也不至于被这些番邦女子祸害成这样。好一阵子之后，马皇后的气消了，只是叮嘱了朱元璋2句后，二人就在毛香的护送下齐齐向雁门赌坊而去。毛香的身后，特工分队长看过这一幕之后，又对二人的夫妻关系有些拿不准了。拿钱给自家老爷去妓院，自家老爷尽兴而出之后，就又开始耍脾气，没耍多久的脾气就又开始有说有笑。我也实在是搞不懂了，这些年轻的特工们肯定是理解不了朱元璋和马皇后这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的夫妻感情，毕竟他们夫妻俩的经历就是千古独一份的。只不过对于特工们来说，弄明白他们是真夫妻还是假夫妻，不是现在最主要的事情。他们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把人盯紧了。就这样，朱元璋他们一行3人在特工们的护送下，终于看到了雁门赌坊的大门。特工分队长见他们是要来赌坊之后，这才叮嘱队友道：别跟丢了，我去找叶大人汇报一下情况。放心，跟不丢。特工分队长叮嘱之后，只是在看了他们3人的背影一眼，就快速折返往雁门县县衙而去。特工分队长再次回到县衙大门口之后，守门的门吏依然是习惯性的牵过马匹。叶大人还在他的私家宅院里。特工分队长听到这么个消息之后，也是人都郁闷了。县衙实在太大，他是真的不想再跑了，可事情紧急又不跑不行。虽然叶青已经下达了批捕令，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汇报一下最新情况。其实早在朱元璋一行人离开赛贵妃会所之后，特工分队长就找来大堂经理问了个究竟。他发现这个一度被怀疑是北元探子的人，居然这一回没有打听军政上的事情，而是打听起了叶青的生财之道。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只有确认了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之后，飞马回来汇报，等他们叶大人定夺了。终于，特工分队长看到了叶青私家宅院的大门口，歇口气的同时，他也觉得他们叶大人最近变了。以前虽然也不勤快，但在赚钱和军务房谍上可是非常积极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除了军务房谍，其他一切都不管了。就连那些想来找他合作做生意的富商，他也是一概不见，
就好像对赚钱失去了兴趣一样。其实还真就是这么回事。现在的叶青真就除了军务房谍，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人了，还勤快个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勤快的必要，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好。而他要做好的这件事就是一个等字，等着最喜欢杀官员的皇帝朱元璋送给他赐死圣旨就好。院子里，叶青就这么躺在躺椅上，都快要等得睡着了。当然，他也只是在闭目养神，并不可能真的睡着。严格意义上来说，他除了等圣旨以外，还得要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等特工大队传来关于那些北元探子的消息。还是那句话，他现在什么都可以撂挑子，不管了，该围绕着被皇帝赐死做的事情，他都功德圆满的做完了，实在是没有做任何努力的必要。可他在这个世界断气之前，但凡还在雁门县知县任上1分钟，他就绝对不能让北元打进雁门关。一旦让他们打进来，就得算他祸国殃民。如果真到了那时候，都不能说是6年努力全白搭，而是10世轮回白穿越。所以在赐死他的圣旨到来之前，在防谍军务这件事上，他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电视剧里也是这么演的，往往意外最是容易在成功之前发生。他想着朱元璋的赐死圣旨应该就在路上了，他可不能在关键时刻就掉了链子。也因此，他现在听到什么消息都不会积极，除了钦差和探子2个词以外。大人，那些疑似北元探子的人有新动向了。叶青的背后真就传来了特工分队长的声音。叶青一下子坐了起来，严肃道：议事大厅说话。大厅正中央，一座把全程按照比例缩小的沙盘，就像是会议桌一样摆放在大厅的中央。叶青只是看着这座沙盘，就足以让他掌握全程动向。特工分队长指着赛贵妃会所道：这一次他们没有去打听军务上的事，而是打听您和这家会所的关系，尤其问了您对这家会所提的意见以及是否加税。可以说是大堂经理怎么和特工分队长说的，他就怎么说给了叶青听。只是听着特工分队长的复述，叶青的脑子里就有了疑似北元探子的人和大堂经理的交谈场景。很快，叶青就想到了他们的目的。叶青只是嘴角轻轻一扬道：本官是贪官这件事，对北元朝廷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他们是已经把本官当成他们的军饷了。他们想知道本官的底细，想知道本官除了这些小买卖以外，是否从妓院这种销金窝里赚了大钱。我想他们已经在计划活捉本官之后，能从本官身上捞到多少油水了。当然，如果100%确定这些人就是北元探子的话，就一定是这么回事。听到这样的分析，特工分队长直接就笑了。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北元探子的话，北元人就该倒大霉了。他们怕是不知道叶大人治下雁门关守卫军的厉害。想到这里，特工分队长的余光又立马看向了叶青此刻严肃的侧颜以及深邃的目光。其实眼前这位雁门之主到底有多厉害，他也心里没个准。明明是个文官，却有时候又能在气质上把沙场悍将给完全比下去。明明是个文官，却对军事装备以及军队建设是那么的了解。就连他们特工大队也是他这个文官一手调教出来的。而这么些年，他叶青却是一次都没出手过，以至于他现在都还在怀疑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位叶大人到底会不会武功，到底是不是古老的将门之后。不等特工分队长继续思考，叶青便当即下令道：他们去雁门赌方了是吧？是，大人。他们去了之后，就该回酒店和其他同伙会合了。叶青只是嘴角轻轻一扬道：好，就在酒店把他们一网打尽，全扔进劳改农场和劳改牧场去。本官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成色。话音一落，叶青的眉宇之间就有了一抹不易察觉的肃杀之气。他想着，这群人最好不是什么北元探子，如果真是北元探子的话，他一定不会让这些人好过。原因无他，在这即将要回家的关键时刻，非要触他的眉头来给他找不自在，那么他也一定不会让这些人吃到什么好果子。也就在叶青打定这么个主意之时，朱元璋一行3人直接进入了鱼龙混杂的赌场大厅。这一回就没有那么多男女竞技了，马皇后也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去感受一番。只是看着赌场里的一切，3人不说有多么的震惊，但也感受到了明显的不一样。这个赌方和应天府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赌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赌客的身份上做了明确的区域与金额划分。看着这样的区域与金额划分，马皇后笑了：老爷，这叶大人可真是一个不可多的人才啊。宽阔堪比大殿的赌方大厅里，朱元璋3人刚一进门，就在面前屏风前停下了脚步。而他们眼前的屏风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画着花鸟草竹的书画的屏风，而是一幅赌方分区指引图。只要看一眼这清晰的指引图，就知道这家在叶青指导下开办的雁门赌方到底是怎么个营业理念了。1楼全部面向本地普通老百姓，有所有人都可以玩耍的百家欢乐厅，还有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乙脑棋牌室。百家欢乐厅规则：一次最大赌注100文钱，一天最多输5两银子，一个月最多输30两银子。所有本地顾客实名登记，全部柜台换取筹码游戏。老年人乙脑棋牌室规则：一次最大赌注10文钱，一天最多输1两银子，
1个月最多输10两银子，所有本地顾客实名登记，全部柜台换取筹码游戏。特别提醒，如果接到家人举报，因为长期光临赌坊影响家庭生活，乱棍打出去，打死不负责，县衙特批支持。看着这样的游戏规则，朱元璋3人立马就明白了赌坊的良苦用心，当然更是明白了提出指导意见的雁门知县叶青叶大人的良苦用心。心系百姓的朱元璋和马皇后看着这样的游戏规则，嘴角也是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满意的淡笑。尤其是十分注重细节的马皇后，更是在这样的规则之中看到了叶青一方父母的一面。她也是万万没想到，居然可以在赌坊里看到父母官的一面。马皇后对朱元璋说道：“老爷，事实证明，只要心里有百姓，不论是在哪个方面，都可以为百姓做事。你看，他这么做，就完全是把赌坊变成了游乐场，真正做到了小赌怡情。其实，那些家徒四壁的赌徒，就是因为管不住自己，这才有了卖儿卖女卖媳妇儿的悲剧。”朱元璋听后也是淡笑着点了点头道：“夫人说的不错，尤其是那条县衙特批的特别提醒，咱还是很认可的。这叶青的小脑瓜子，还真是能想得出办法。”话音一落，朱元璋的脑子里有了一抹希望之色，他只希望他能打听到他想知道的消息，以及他希望的答案。只要他叶青没有加税很厉害，没有涉足赌场生意，就算他叶青过关了。到了那时候，他只需要确定叶青没有涉足军务，就可以去县衙找叶青面谈了。走，咱们进去看看这家在叶大人指导下开办的赌坊到底是个什么成色。朱元璋话音一落，手中折扇便那么一扇，中年浪子的气质又来了。马皇后看着突然来了兴致的朱元璋，也是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就迎了上去。所有人的眼里，一对陌生的富商夫妇满面带笑地逛起了赌坊，还一副夫唱妇随的恩爱样子。朱元璋夫妇的眼里，不论是买定离手的大小局，还是牌900家乐，都围了不少的人。而桌上的赌注筹码金额也并不大，赢钱的人高兴，输钱的人虽然也有失落，但也却没有其他地方赌坊里那种输到哭的场景，毕竟这里都是小赌怡情的赌局。老爷，这边居然有脚底！随着毛香的声音传来，朱元璋夫妇在瞬间的惊讶之后，就立马来了兴趣。绝底起源于春秋时代，是以扑和打为主的武术表演博弈项目。到了生活娱乐丰富的附宋时期，相扑从武术中分化出来，只扑不打，更不许踢脚，以将对方扳倒为胜。由于其特有的博弈色彩，直接就演变成了买胜负的赌博项目。专业的脚底馆在宋朝都城就有好几家，但绝底始终是2个大活人的博弈，所以开赌成本就比较高，下注的基数也比较高，自然就成为了富人可以参与的游戏。要知道，现在才洪武6年，国家百废待兴，就算是天子脚下的应天府都没有如此奢侈高端的项目，却不曾想到这小小的边城却有了这样的项目。更难能可贵的是，附宋时期的富人游戏直接变成了这里的平民游戏。朱元璋夫妇2人的眼里，双方选手比赛正酣，周围观众的呐喊声也是此起彼伏。看着这一幕，朱元璋也是不自觉地点了点头。这座城咱还没逛完，但从这脚底足以看出，这里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附宋了。走，去老年人乙脑棋牌室看看。说着，朱元璋就昂首跨步，且大步流星地向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乙脑棋牌室而去。2人按照路标指引而去，来到了一处僻静的院子里。这座院子和热闹的大厅比起来，完全是2回事。入目所见，竹藤桌椅3、5成堆，假山前遮阳伞下一堆，园林景观遮阳伞下又一堆。就在朱元璋的不远处，就有2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在那里象棋博弈，而他们的旁边则站了7、8个老人观战。老人家们也不是没有座位，只是把座位弄边上去，站起来好看下棋。看得出来，他们的身体都很硬朗。而这些正在专注棋牌的桌子之前，还有小二提着铜壶为他们续茶。朱元璋只是那么轻轻一闻，碧螺春还有信阳毛尖，这家赌坊的老板莫不是大善人？马皇后闻着这上好的茶香，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她也有了一种不是逛赌坊，而是逛服务老年人的慈善之地的感觉。但转念一想，马皇后就欣慰地笑了。马皇后笑着道：“老爷，真正的慈善之人不是赌坊老板，而是提出指导意见的这一方父母叶青叶大人。”朱元璋的眼里，马皇后在说到叶青之时，语气不自觉的就多了那么3分敬意。但听了马皇后的话之后，朱元璋也是似有满意的笑了笑。很明显，这老年人乙脑棋牌室本就是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存在，也可以说就是个赔本的买卖，一定是百家欢乐厅赚的钱贴补了一部分过来，当然也不会贴补太多，总的来说还是有赚头。就前面大厅来看，这里的赌注没有其他地方的赌坊大，但架不住生意好啊。很快他就明白了叶青的指导意见具体是个什么意思了。薄利多销，让利于民，赚年轻人的钱，惠及年轻人的父母。听着朱元璋的称赞，马皇后和毛香在环视1周后，也是十分肯定的点了点头。可却在此时，提着铜壶的小二却是对他们热情招呼道：“2位贵宾，这里哪是你们来的地方啊？你们该去2楼，甚至是3楼。”听到这里，朱元璋立马又皱起了眉头。
朱元璋和马皇后只是对视一眼，立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凭小二看着他们这身行头的眼神，以及这殷勤至极的语气，就知道他口中的2楼和3楼一定是别有洞天。想到这里，二人原本的笑容也逐渐凝固了下来，一种不好的直觉瞬间就涌上了心头。尤其是第6感其准无比的马皇后，更是感觉2楼和3楼没什么好事。再加上她比起朱元璋，更希望叶青不踩底线，可以顺利的为朝廷所大用，为她的丈夫朱重八所大用。但她也明白，一旦她叶青踩了朱元璋的底线，那就是再有才华也没用。基于如此迫切的心理，不等朱元璋开口，他就率先开口道：“小兄弟，你的意思是这2楼和3楼还有其他的门道？”马皇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忧，脸上还尽是期待之色。小二见这条大鱼有浓厚的兴趣，他也立马就有了做这单业务的兴趣。赌坊的小二之所以对到来的大老板那么有兴趣，那也是因为叶青提出的指导意见。叶青在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也很简单，可以理解为照搬前世酒吧的营销规则。小二拉到这么一个大客户到2楼或者3楼消费，他都是有提成的，提成多少就得看大老板的消费能力了。小二把茶壶随便扔给一位老者之后，就带领他们向楼梯间去。与此同时，还一边走一边问道：“请问2位，你们是富商，还是听说咱们这里好玩，假扮成富商过来玩的副官？”小二话音一落，立马就看向了朱元璋和马皇后身后的毛香。毛香跟在身后，始终保持随时可以出手的安全距离，且身姿挺拔，脚下有力。对于见惯带护卫随行的副官的赌坊小二来说，已经把他们往副官的方向靠了。朱元璋和马皇后对这名小二的眼力劲也表示惊叹。当然，他们俩什么没见过，虽然有些惊叹，但也只是那么一瞬间而已。朱元璋只是扇子一开，平淡问道：“富商怎么说？副官又怎么说？”“富商只可去2楼，副官可2楼，也可3楼。但就算你们可以去3楼，也不能让夫人去3楼。”小二目光深邃，似有深意地回答道。对于小二的回答，饶是见多识广的朱元璋和马皇后夫妇也只是明白了一半，却又还有一半不明白。很明显，这3楼就是给副官准备了。什么是副官？大明朝又哪里来的副官？大明朝的皇帝和皇后都是要算计着把一个大钱分成2半花的穷人，就大明朝官员的那点俸禄，必定是不可能和富字扯上1分1毫的关系。但大明朝就真的没有副官了吗？眼下近在咫尺的，即将要去面谈的那位，就是百姓公认的副官，更是百姓允许的贪官。很明显，这3楼就是专门为那些瞒着他朱元璋贪得富得流油的贪官准备的。好一个叶青啊，这也是你的指导意见？朱元璋暗自吐槽的同时，也已经开始暗自呲牙了。而此刻，马皇后却是用眼神暗示了他一下，示意他必须压制住火气。万一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万一是赌坊老板背着叶青干的事，他叶青也被蒙在鼓里呢？即使是听到这么一个惊天坏消息，马皇后对叶青还是抱有幻想，只因为就目前的所见所闻来看，叶青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一个值得开出底线条件去拉拢的人才，更是一个不到最后他就绝对不会放弃的人才。朱元璋自然明白马皇后的心思，其实他更希望有这样的人才辅佐自己，毕竟他才是做皇位的那个人，也是如坐针毡的那个人。他希望叶青可以为他把大明建设得更好，更希望叶青可以成为他对付淮西集团的一把利器。可前提是他不能踩自己的底线啊。可如果3楼的布局本就是他叶青的意思，那就没话说了。想到这里，朱元璋直接给了小二一张面额100两的宝钞。小二看着这么大面额的宝钞，眼睛那才叫瞪得比牛还大。朱元璋只是嘴角一咧：“够你今天赚的了吗？”“够，绝对够了。”朱元璋立马问道：“咱来问你，这2楼和3楼的布局是你们老板的意思，还是你们叶大人的意思？”小二恭敬回道：“我们老板哪有这个脑子，肯定全出自叶大人的指导意见呀。”朱元璋听后，只是眼睛那么一眯，迸射出来的杀气真就是比刀剑还锋利。看着朱元璋此刻的眼神，马皇后和毛香的脑子里立马就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不出意外的话，叶青是完蛋了。而此刻，朱元璋却只是昂首前行道：“头前带路，咱的身份你不便多问，让咱可以去3楼，你就不用管了。”此刻眼里只有这100两银票的小二，哪里注意到朱元璋眼里的杀气？他知道这位大老爷是买断他了，他只需要把大老爷要办的事情办成就行。马皇后快速跟上，他知道面前龙兄虎步的背影已经不是他可以降火的朱重八了，他是大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是那个杀伐果断的皇帝朱元璋。可以说他是去微服私访的，也可以说他是去兴师问罪的。因为3楼里不仅有贪官叶青踩他底线的证据，还有那么多贪官可以抓。2楼大厅屏风依然是分区指引图，富商高级厅规则，一切不设限。短短5个字，直接和下面的薄利多销、反利于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行人不做停留，就要往3楼而去，但小二还是阻拦道：“大老爷，夫人真的不能上去，就算上去了，也会被人阻拦的。”打定主意非要上去的朱元璋
再次把毛香和马皇后留在了2楼，然后独自上了这专门为贪官准备，还硬性要求不能让贪官的夫人上去的3楼。马皇后看着朱元璋涉级而上的背影，只是想到这诸多限制，就越发的好奇。与此同时，这转角处还有彪形大汉把守的3楼，也在马皇后和毛香的眼里多了3分神秘色彩。很快，朱元璋来到了3楼大厅，只是看着屏风上的分区指引图和这里的游戏规则，他就直接气炸了。尤其是这让人看着就火大的游戏规则：贵宾私密会所。贵宾私密会所规则：本会所采用私密实名制，所有博弈项目只设下限，不设上限。每位到店贵宾赠送逢场作戏1次，如需过夜，则赠送软玉温香1夜。左上角供案之上，财神爷那栩栩如生的眼睛之下，朱元璋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屏风上的指引图以及下方极其显眼的大字。不是他不想动弹，而是在这一瞬间，他气得身体都僵硬了。就目前的处境来看，他纵使有再大的火气，也不能随便发泄出来。唯独的发泄方式就是狠狠地攥着手中的折扇，完全就是把这些由贪官组成的贵宾的小命当成是折扇在捏。他现在还不知道今天光顾里面的贪官都有谁，但不论是谁，他都想把他们全捏死算了。尤其是为这些贪官准备场所的雁门县知县叶青，这就是你的指导意见？还运用了兵法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指导意见。明面上是把赌坊搞成了薄利多销，适合百姓娱乐，还为老年人提供休闲之地的地方，还算是做了件好事。可背地里，你却为贪官污吏提供私密安全的奢靡享乐之所。朱元璋哪怕是暗自吐槽叶青，也都是咬紧了后槽牙。还逢场作戏，还软玉温香，可以说是把赌博的刺激以及赢乐的刺激全都给他们考虑到了。一想到为贪官提供如此周到服务的叶青，他那紧握折扇的手就不自觉地再添加了3分力道。贵宾您好。也就在朱元璋气得快要爆炸之时，他的身侧立马就传来了无比甜美的嗓音。转身一看，饶是后宫多多的朱元璋也是瞬间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家里的再多再好也没有外面的好啊。他家里的妃子可以说是又多质量又高，但他们没这么懂事啊。看看这改款过后的汉服，那是相当的漂亮。微风吹过，高开叉的裙角扬起，怎能不让他浮想联连？不过很快，拥有强大自制力的朱元璋就立马恢复了心神。不是说不祸害同胞姑娘吗？看来只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祸害，却留着给这些贪官污吏祸害。果然，天下贪官都是一丘之貉。他在心里暗自数落了一顿叶青之后，就笑着迎了上去。其实，朱元璋作为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人，他是可以接受同胞姑娘从妓的，只要不是逼良为娼就行。可关键是，之前暗访赛贵妃会所之时，叶青的指导意见已经给了他一个他叶青不想祸害同胞姑娘的良好印象。可现在却在这里出现了这么一个女人，朱元璋自然就以为他叶青是一个在百姓面前做一套，私下又做另一套的人。他朱元璋可以给叶青一个特权，谁叫百姓允许他贪呢？只要他真的是一个为百姓做实事且贪得不过分的贪官，他朱元璋也不是不可以退一步。可当着百姓做一套，私底下又做另一套，他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了。也就在此刻，他已经在心里宣判叶青的死刑了。他现在走过去和这女人搭话，也只是为了找叶青的罪证而已，当然也是想办法把今天在场的贪官全部一网打尽了。你的手在干什么？想我让人来把你的手剁了吗？懂规矩的话，你就是贵宾；不懂规矩的话，不管你官居极品，我都可以让人乱棍把你打出去。刚上手搂住小蛮腰的朱元璋，看着身侧突然变得无比强硬的姑娘，直接就愣住了。朱元璋自然不会惧怕一个小女子的威胁，但他也不想事情没办成就惹不必要的麻烦。他忙收回手，笑着道：你不是送给咱的逢场作戏以及今晚的软玉温香？姑娘忙指着自己的胸牌道：我是这里的大堂经理，不是你的逢场作戏和软玉温香，你的逢场作戏和软玉温香在这里。话音一落，这位让朱元璋还有点感觉的美丽姑娘，只是优雅的鼓掌之后，就来了17、18个身着各国服饰的姑娘，就没有一个汉族的。看着这和赛贵妃会所一模一样的场景，朱元璋这才知道他错怪叶青了。就不祸害同胞姑娘这一点来说，他叶青绝对是表里如一，但这也不足以抵消他对叶青的杀心。就算他叶青这方面表里如一，但也是为贪官提供了私密安全的奢靡享乐场所。就凭这一条罪责，他叶青也可以死100回了。朱元璋随便挑了一个朝鲜姑娘之后，这作用和老鸨子差不多的美女经理就立马招呼道：小崔，你带着贵宾好好玩。话音一落，美女经理便是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客气，希望您玩得愉快。美女经理走后，朱元璋就一把搂过身边的朝鲜姑娘道：走吧，带咱去认识一下其他的大人。是，大人。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装修又粉又红的大厅里。朱元璋看着眼前的一切，真的是眼睛都快瞪出火星子来了。7、8位穿着华服，外表看起来人模狗样的中老年男子，那是一手搂着姑娘的腰，一手正在忙着下注，真就是姑娘在手，就大方到把钱当纸一样再输。而正在摇筛子的庄家，也是一位穿着制服是明制汉服的姑娘，也有工作人员才有的胸牌。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朱元璋也没围上去，只是安静的看了几把之后，他就立马得出了结论。很明显，赢钱的人永远是庄家，这些贪官就是来送钱的。大人，您不去玩2把吗？被朱元璋搂着的朝鲜姑娘用酥软的声音提醒道。朱元璋摇了摇头道：你们这里的庄家出老千，出的其实还算明显，这些大人都没见过世面吗？朝鲜姑娘只是抿嘴一笑，到这里来的大人都是想来安心玩耍的贪官，贪官都不傻，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心照不宣？这方面心照不宣？朱元璋看着这位朝鲜姑娘，眼睛里立马就有了光。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想要知道的消息就在这心照不宣4个字的门道之中。详细说说看，怎么个心照不宣法？朱元璋有了这么个想法之后，看着眼前的朝鲜姑娘就直接问出了口。而这位被他搂在怀里的朝鲜姑娘却是目光躲闪道：具体门道，小女子可不敢多说，您还是去问那些大人吧。朱元璋只是淡淡一笑，故意用轻视的目光看向他道：只怕是你不会伺候人，不讨喜，他们不愿意让你伺候，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其中门道吧。朝鲜姑娘一听，当即就不乐意了：谁说的？连徽州的康大人都喜欢我呢。徽州的康大人？朱元璋只是眼珠子那么一转道：该不会是徽州的知府康清寿大人吧？看着朝鲜姑娘点头，还似有骄傲的样子，朱元璋便在暗自呲牙之后就笑着点了点头。对于朝鲜姑娘的骄傲，朱元璋是一点都不怀疑，甚至因为她的骄傲，这才无比相信她说的话。原因无他，不论哪朝哪代，朝鲜都奉中原王朝为宗主国，尤其是明朝，朝鲜更是从骨子里认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这位来自还未正式更名为朝鲜的高丽王朝的姑娘，自然是以能服侍明朝士大夫为荣了。哪怕这位明朝的士大夫是个贪赃枉法、长得奇丑无比的老色鬼。朱元璋牢记徽州知府康清寿之后，就不动声色地搂着朝鲜姑娘继续游览了起来。看过几个赌局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下手，而是来到了专供玩乐的大厅。他之所以不赌，是因为确实没有这些贪官有钱，再一个就是在大厅才能打探到他想要的消息。七彩跑马灯之下，大厅一圈都设置有专座，在设置上就是叶青前世酒吧的卡座。贪官污吏们赌累了就来这里看歌舞，也可以相互联络感情，玩好了之后就又可以去各种豪赌。也就在此刻，一名官员搂着金发碧眼妹起身离开后，朱元璋搂着他的朝鲜姑娘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负责这里的人员立马清理了桌面，并端上了新鲜的瓜果和酒水。朱元璋只是环视一周，就开始独坐吃喝，全然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也正因为他的不合群，才使得他直接就成为了这群人眼里的众矢之的。朱元璋正对面一桌，一名长相清瘦的官吏对旁边人道：此人明明第一次来，却目空一切，对我等视而不见，想必该是一位大官，你探探口风去。话音一落，一名穿着红色华服、长相微胖的官员就绕后来到了朱元璋的面前。他就这么直直地打量朱元璋。朱元璋也不怕被认出来，只因为他知道能认出他来的官吏还不至于跑到边城小县来快活。您是哪位啊？朱元璋只是吐一口果皮，嘴角轻轻一咧道：别问，说出来能吓死你。这个贪官确实是被朱元璋的气场给吓了一跳，但还不至于害怕，只因为来这里的人不论品级大小，都是裤子不干净的贪官。这个贪官继续道：听口阴京城来的，正4品以上。朱元璋只是高冷而严肃道：可以这么说吧。一听这话，这个长相微胖的贪官立马就拍起了马屁，然后便开始自我介绍了起来：在下真定通判李云生。朱元璋脑子里那么一琢磨，立马就对上号了。不错，大明朝的官员他不见得都认识，但所有官员的抵当资料他都脑子里有数。朱元璋看着他这一身华贵服饰道：听说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多少年都没有一件新衣服啊。在说这句话之时，朱元璋还看着他这身名贵的华服，给了一个着重的眼神。李云生只是不好意思一笑：也不是，只是有些场合你懂的。走过南也闯过北的朱元璋立马点了点头：懂，分场合吗？话音一落，朱元璋就又把真定通判李云生给死死地记在了心里。但他现在却是不准备发作，他还有很多问题向李大人请教呢。李云生哪里是江湖经验丰富的朱元璋的对手，3两句话就把话匣子给打开了。朱元璋喝着茶道：咱刚来之时看到他们的庄家出老千出的这么明显，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李云生笑着解答道：当然是假不知道了，说白了，我们是在用这种方法向雁门县知县叶大人行贿。叶大人为我们提供这么一个私密安全的欢愉之所，我们就用这种方式送他一些钱财。听到这里，朱元璋的心里早已如同惊涛骇浪，这个叶青果然是个表里不一的人，还说什么不涉足妓院和赌场生意，却没想到他在背地里还是大老板。朱元璋继续问道：咱可听说他不做妓院和赌场生意，怎么就是送给他钱财呢？李云生听后立马就笑了，一副为朱元璋解惑的样子道：大人就有所不知了，他确实是不涉足妓院和赌场生意，但是他加了这2行的税收啊。您就没看见他这辖区的妓院和赌场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吗？
就靠这些所谓的指导意见，他就把妓院税收定为营业额的50%，把赌场的税收定为营业额的60%，然后上给朝廷的税却是朝廷规定的税额，多的不就是他的吗？他不是大老板，但却比老板赚得多得多啊！听到这里，朱元璋算是完全明白了，他叶青是真的高明，比这些贪官高明100倍1000倍。不论是妓院不用汉家姑娘的规定，还是赌坊1楼大厅的利民性质，都让他在老百姓中赚够了名声。而在背地里，他叶青却比老板和他这个皇帝老子赚的还多得多。弄明白一切之后，朱元璋只是和李云生说了句后会有期，他就要准备开溜。大人，您真的不愿意和下官说个性命？朱元璋只是嘴角轻轻一扬，意味深长道：你以后会记住咱的。很快，朱元璋就离开了3楼，再次出现在了马皇后和毛香的面前。看着此刻的朱元璋，就算是马皇后也在那么一瞬间面露震惊之色。当了这么多年的夫妻，还是头一回见到杀气如此之重的朱元璋。你这人怎么走路不长眼啊？大街之上，一名长得5大3粗且满脸络腮胡的大个子差点被撞翻在地。稳住身形之后，他冲着与自己撞肩而过却不做停留的中年男子就开始咆哮似的斥责了起来。可就当中年男子回头看着他的时候，只是瞬间的眼神对视，他就立马怂了。事实再一次证明，就算朱元璋不穿龙袍不穿盔甲，只穿一身象征着有钱且低贱的富商衣服，那骨子里的气质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饶是长相就适合当刽子手的大个子，也承受不了朱元璋的怒目凝视。当然，朱元璋也不会和这种小老百姓过多计较，只是用眼神让他闭嘴之后，就继续开始走路带风。朱元璋的身后，马皇后和毛香紧赶慢赶地跟随着。老爷这是怎么了？毛香一边跟随一边问一旁的马皇后道。马皇后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让跟着他就好。其实马皇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毛香这个问题。自从朱元璋从赌坊3楼下来之后，就开始一言不发地往前走，他们就这么一直跟随着。早已把雁门商旅指引背下来的马皇后只知道他家众八是在往城外去，就像是故意把他们俩带到城外去一样。其实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朱元璋现在就是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只是残存的理智告诉他，城里人多眼杂，不便于他说一些有可能暴露身份的狠话。他得把马皇后和毛香引到城外去，才能无所忌惮地发泄心中对叶青的不满，也才能以皇帝的身份告诉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他们的身后紧紧跟随的特工分队长以及负责监视围捕朱元璋他们的其他特工，也是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们的同时，在人群中穿梭着。这些特工都是军中精英出身，都是脑瓜子聪明的主，再加上他们对本地的熟悉，只是从路线分析就知道，那个被高度怀疑是北元探子的头号嫌疑犯正在往城外去。也正因为知道他在径直往城外去，这才让他们有些拿不准眼前嫌犯的目的。这人怎么回事？从他在赛贵妃会所和雁门赌坊的打听来看，目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明确，他打听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了解叶大人的所作所为。特工分队长只是眼睛那么一眯，目光深邃道，一定是北元统帅王保保的吩咐，他需要尽可能的了解叶大人，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个王保保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侥幸打了一次胜仗，就敢盯上我雁门军阵。特工分队长说到这里，就立马想起了发生在近几年的事情。洪武3年正月，大明皇帝朱元璋命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李文忠副将，汤和为冯胜副将，出兵进攻北元。第一次北征，明军大获全胜，将盘踞东北的元帝爱由十里达腊和盘踞陕甘方面的元将阔铁木驱赶到了和临沂北地区，暂时减轻了明朝北边压力。可到了洪武5年初，塞外各地的北元势力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就再次活跃了起来。东自开原，西至甘肃、宁夏北部以及各色要地，均为北元所控制，且不断南犯挑衅。唯有雁门关军阵，他们不敢侵扰。主要是雁门关军阵给他们的消息实在是太过诡秘了，每次派来的探子都是羊入虎口一般，根本就有去无回，他们什么消息也拿不到。人都是这样，因为无知，所以恐惧；因为恐惧，所以不敢轻易冒犯雁门关军阵。这也让叶青所管辖的雁门县成为了北境难得的祥和之地。可也就是去年初，大明皇帝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宋国公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万人，分3路出征，开始洪武第2次北伐之战。只可惜这一战却不像一次北伐一样全部大获全胜。徐达的主力中陆军大败，李文忠的东路军得失相当，仅冯胜的西路军获胜。总的来说，第2次北征以失败告终。对明军来说是失败了，但对于被徐达打得逃了这么多年的王保保来说，却无异于一次巨大的鼓舞。或许是因为侥幸战胜了徐达，使得他有些膨胀，竟然真的把主意打在了雁门关军阵上。也就是近半年来，王保保可以说是派了不下100队探子进城。你叶青不是会抓探子吗？那他王保保就给你来个人海战术，只要有一队人马成功打探到消息回去，那就是他王保保的胜利。基于这样的局势，
雁门县的特工们真就是宁可抓错，也不可放过。他们宁愿抓错了事后赔偿，也不愿意放过一对真正的北原探子。这些特工都出自军中精英，他们明白雁门关的重要性。雁门关一旦被攻破，遭殃的就不仅仅是这座已经富裕起来的边城了。也就在此刻，他们跟着朱元璋一路出了城。这人也是奇怪，按理说他了解完叶大人之后，就该回酒店和同伴会合才是，这径直往城外去，是几个意思？特工分队长没有立马回答，只是看着那横冲直撞的背影，一边跟随一边认真思考了起来。终于他想到了这位探子头目的目的，很明显他就是为了在人少的城外对他的左膀右臂下达接下来的指令，也是不适合被其他跟班知道的指令。不得不说，特工队长真就猜对了一大半。朱元璋之所以用最快的速度出城，除了无所顾忌的发泄之外，就是要对马皇后和毛香说点不适合被其他护卫知道的悄悄话。他们到了城外之后，特工们和他们的距离就更远了，他们只是保持着一个只能目视却听不到说话的距离。没有办法，城外人少，要是跟进了的话，迟早会打草惊蛇。当然，现在是否能听清他们说话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毕竟他们都是要被逮捕的人。突然，朱元璋停下了脚步，马皇后随着他的目光看去，立马就有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朱元璋三人的眼里，用白色院墙围起来的建筑群赫然屹立在城外道路边与青山绿水旁，正对道路的大门上又用铁架竖立着雁门养鸡院5个大字。透过敞开的大门看进去，宽阔的广场上有好些他们就没见过的健身器材，而那些老年人对那些健身器材的操作更是让他们面露惊骇之色。面对这些老年人的操作，朱元璋和马皇后还勉强能稳住，最起码还有看看再说的意识。但见识相对较少的毛香却是直接惊呼了起来，这些老人家怎么这么厉害？惊呼之后，毛香就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径直往里走去，还忽略了门口的守卫。门房守卫大声道：干什么的？马皇后立马反应过来，笑着说道：这位兄弟，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商人，偶然发现这里，只觉好奇，所以想进去看看。在马皇后一通解释之后，门房护卫立马就一副热烈欢迎的样子了。不仅如此，还招呼同伴继续守门，亲自为他们当起了导游。而他之所以这么热情，只是为了让这些穿着华贵的外地富商知道他们叶大人那高尚如圣人下凡的人品。一旦让这些富商对他们叶大人敬佩有加，那他们就一定会去找叶青谈合作。和人品好的人合作，是任何人都愿意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在变相的为他们叶大人招商引资。在中年门卫的带领下，朱元璋一行人来到了院子里，因此他们可以近距离的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些老人家的操作。毛香那瞪得老大的眼睛里，4根铁柱两两而对，中间起码间隔3丈，而这间隔的3丈就像是用横向的铁云梯连接。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用双手抓着云梯往前，而他的双脚距离地面起码有一个凳子的高度。白发苍苍的老人仅靠2手就有如此臂力，怎不叫人震惊3连？而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惊的，还有用什么东西吊着脖子荡秋千的，还有对着大树练铁砂掌，把树都拍秃噜皮的。除了这些自己练神功的，还有集体锻炼的。来，大家跟我练。起势，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搂膝奥步，手挥琵琶，倒卷弓。不着急，我们换个口诀，一个大瓜分2半，你一半，我一半。马皇后和毛香的眼里，30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穿着宽衣大袖，正跟随一名貌美年轻的女子在打着看似绵软无力的拳法。毛香跟着比划道：这是什么拳法？怎么看起来像是跳舞啊？还不等门卫解答，毛香就惊奇地发现，这种像舞又像舞的拳法，他这个1等1的高手打起来是如此的不习惯，但根本不懂武功的马皇后却是学得有模有样。不说得其精髓，但也能依葫芦画瓢。门卫看到这里，也只是笑着说道：这叫做健身太极，是我们叶大人专门为老年人研创的健身拳。你一看就是练家子，所以才会一开始很别扭，而这位夫人不会武功，就不会别扭了。毛香明白一切之后，这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经过门卫的点拨之后，毛香这才从健身的心态开始看他们打太极，这就没有像武又像武的错觉了。之前他之所以觉得像武又像武，是因为他从实战的心态再看他们打着专用于健身的太极，心态都不对，那就必须看着像跳舞了。马皇后有了感受之后，也是笑着说道：还真有点效果，跟着比划这么一套，我身体都不僵了。我相信长此以往的练下去，我能身体好上不少。你刚才说这是你们叶大人为老年人研创的健身拳法？得到门卫的肯定后，马皇后看向县衙的方向，眼神之中也有了一抹期待之色。其实马皇后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朱元璋怎么从赌场3楼下来就气呼呼的往城外来，但就这家雁门养鸡院的所见所闻来看，他已经非常认可叶青这个人的人品了。很明显，这养鸡院可以理解为养老院，他不仅让这家养老院的老人活下去，还活得很好。那么多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精力简直不要太旺盛的老人家，足以证明他们得到了怎样的照顾。而把这么多的老人照顾得这么好，
这背后也必定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修这么好的院子要花大钱不说，每一天的吃喝拉撒也要花不少钱，请人照顾他们也要花钱。叶青不仅在照顾老人上花了大钱，还花心思给他们研究健身拳法，足以见得他叶青在辖区养老问题上花的心思，真就是把别人的父母照顾得自己的父母还好，把辖区百姓的老人当成自己的爹娘在照顾了。而这些钱从哪里来？如果说这就是他当贪官的理由的话，他马皇后就认了。边上的门卫看着马皇后满意的笑颜，只觉得他招商引资成功了一大半，至于剩下的一半，就得看那位严肃的大老爷了。门卫的眼里，朱元璋独自来到了公告栏面前。公告栏内容：入住雁门养济院规定：第一，凡雁门子民曾参加过抗元战争、杀过援兵者，年满60均可入住，不论是当朝陛下的起义军，还是其他抗元势力的起义军。第二，子嗣为抗击北元牺牲者，年满60均可入住。第三，子嗣为建设富强雁门而伤重或牺牲者，年满60均可入住。第四，特殊情况下，年龄可酌情下调。此令雁门县知县叶青盖章生效。看着这一幕，朱元璋的内心深处是极其矛盾的。就他叶青把妓院和赌坊的税收成倍抬高的行为，以及为各地贪官污吏提供欢愉场所的行为，那是死1万次都不解恨的。可就眼前的这一幕来看，他又觉得叶青做到了贪财为民4个字。他本来是想出城发泄一通就去杀叶青的，可万万没想到，他看到这一幕之后，直接就迷茫了起来。朱元璋也看向了雁门县的方向，眼神可以说是极为复杂。朱元璋看着县衙的方向，一双眼睛如龙虎般刚毅，也如鹰隼般犀利。就妓院和赌场这2个行当，但凡是和叶青相关的一切点滴，在这一瞬间都出现在了朱元璋的脑子里。可是他越想就越矛盾，越想就越难以抉择。不错，他叶青确实说着不涉足这2门缺的生意，但他却以提高税收的形式，比做这2门生意的老板还赚得多。可他也确实做到了，不让辖区内的百姓遭受妓院和赌场的迫害。不错，他叶青确实是为了赚钱，竟然为天下贪官提供私密安全的欢愉之所。可他却也开办了这么一所让本该老有所养，但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安享晚年的雁门养济院。雁门县知县叶青，叶大人，朕该怎么对你啊？如果担了你的罪责，诛9族都不为过，可朕也不能视你的功绩于不顾。朱元璋眉心紧皱，表情极其严肃。他就算是心中吐槽，也把习惯性的咱改成了庄重而无情的朕。自我称呼的改变，足以证明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有多么的认真，也足以见得这个选择对他朱元璋而言又有多么的难以抉择。也就在此刻，来到朱元璋身边的马皇后和毛香，在看到了面前的公告栏之后，直接就是对叶青一阵夸赞。可这些夸赞叶青的语言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之后，却是变得不那么有用了。原因无他，因为他们俩根本就没有见识过赌坊3楼的私密会所。就那里面的场景，完全可以说他叶青与其他贪官同流合污，更可以说他叶青还是滋长其他贪官贪腐之风的帮凶。而不远处一直关注着朱元璋的门卫，却是发现了朱元璋眼神的异样。他发现眼前大老爷在听到自家夫人和护卫夸他们叶大人之时，眼神之中有那么一丝厌恶，甚至可以说是恶心之色。只是看一眼眼前大老爷的这个眼神，他就觉得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本来嘛，误会他们叶大人的外地商旅，这些年也实在是不少。他都在这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帮忙解除过好几起误会，顺利招商引资好几回了。他相信这一回他也一定可以。中年门卫走上前道：“这位大老爷，我看你是对我们叶大人有什么误会吗？夫人对我们叶大人的夸赞，在我看来可是非常中肯的。”朱元璋看向门卫，想都没想就是冷哼一笑，眼神之中还尽是嘲讽之色。可紧接着他眼里的嘲讽之色就没了。之所以眼中顿起嘲讽之色，是因为嘲笑门卫愚蠢，错把阳奉阴违之人当圣贤。之所以嘲讽之色立马就没，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不该和一个小老百姓计较。如果他叶青连忽悠小老百姓的能力都没有，也做不出这些让他们肯定的政绩，也成不了这么些其他贪官遥不可及的事情。做贪官不需要什么能力，可要做一个能让别的贪官心甘情愿上供的大贪官，还是需要能力的。朱元璋只是看着门卫，饶有兴致道：“说说看是哪里中肯了。”门卫也不着急为叶青解释什么，只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道：“你又是因为什么觉得夫人对我们家大人的夸赞不中肯呢？”朱元璋只觉得这门卫有点意思，就凭敢反问他这一点，他就有和他聊天的兴趣。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讨厌的就是对自己逆来顺受的人，喜欢的就是敢和自己唱反调的人。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如此，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马皇后以外，一个敢和他唱反调的人，可是极其稀缺型人才。对于这样的人才，他虽然不至于直接录用，但也愿意聊上几句。也因此，朱元璋把雁门赌坊3楼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说到关键之处，还配上了一份填音的手势。听着朱元璋带有恰到好处感情色彩的复述，
马皇后和毛香也是面露惊骇之色。终于，他们明白朱元璋从赌坊3楼下来之后，为什么会直愣愣地往城外来了，为了就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发泄一顿，再赶紧去抓人。只是万万没想到，又在半道上遇到了这么一个足以让人犹豫不决的雁门养鸡院。马皇后和毛香在听过朱元璋的复述之后，也对叶青这个人当贪官的目的在脑子里打上了一个问号。他真的还是那个印象之中贪财为民的一方父母吗？他干这么多阳奉阴违的事情，